Hello，早上好，早，大家早上好。真美，爱情哲学，听久了你会发现不是爱情哲学，是人生哲学。感冒了，嗓子有点哑，今天，所以我今天你们连麦的话呢，不用担心，大概率啊，我骂你不会骂的那么凶，因为这个发挥能力有限。大家早，几点起啊？我10点钟直播，我一般是我10点钟直播，我的闹钟是定在9点25。10点直播，闹钟定在9点25起。打个喇叭嘛？你这一看就是你不准备连麦的啊！打个喇叭嘛？我这样说话你们能听清吗？我往后靠这样说话你们能听清吗？啊？可能会有点打喷嚏啊，各位。是的，最近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不过我已经很注意保暖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出门还是要戴口罩。最近大家出门还是要戴口罩，好像最近这个呼吸道的这个问题很频繁，是不是？对吧？我看都在报说呼吸道的问题很频繁。我已经不是多穿的问题，而实际上我戴口罩戴的是比你们可能要多的，我戴口罩都戴的比别人多，我穿衣服穿的也不少，但是还是莫名其妙，就是还是会，昨天一口气把我的书看完了，感觉怎么样？周六播了呀，我跟大家说了的啊，我们是每周二、每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每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3个时间段定时定点开播。如果你们没有看到在这个时间段我开播，不是我没播，是因为你们平常看的这个号可能又没了，或者说我们换地方了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就不会跟我们走丢。我不是鼻炎的问题，这次不是鼻炎的问题，我嗓子哑了。我平时都是鼻炎，但是我这2天是感冒了，嗓子哑掉了。但是没关系啊！你们知道的嘛，我咩咩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播的，我咩咩的时候也没有影响我直播，是不是？周六没搜到，好多人周六没搜到是吗？所以说嘛，你们还是关注我的地方还不够完整，还不够全面，还没有非常全面的找到我，很敬业。说实话，我有点怕有一些宝宝找不到我，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不知道啊，我每天各种私信收到的都是好多姑娘跟我说，我每天不看我睡不着觉，说靠我治抑郁，真的。虽然说吧，我这个人我嘴巴上经常说是吧，哎呀，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不要受别人的这个情绪压迫干嘛，但是当我觉得我是能够让很多的人慢慢变好的时候呢，确实心里会多了一份责任感，真的会多了一份责任感在这个里边。可能啊，我有点高估自己了，但是呢，确实每天你在收这样的消息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定时定点播不行，你会怕有些
有些姑娘可能她现在正处在一个生命当中非常迷茫，或者容易走思想死胡同，走不出来的时候，那她这个时候她晚上睡不着，是吧？或者说她的每天早上她的这个精神状态非常的不好啊，非常的萎靡啊，然后她靠看我找到一点点的能量，对不对？所以我就有的时候，你们看我好几年我也没有怎么出去旅游，为什么呢？因为怕这个旅游啊，搞得就是在外面网络不稳定，所以你们看我这几年我都没有旅游了，一年可能真的是我们这可能要到过年我们才会去规划一下，看能不能出去个几天，要不然的话都不敢出去，主要是怕网络不稳定。嗯，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我们一年365天都是这3个时间段定时定点开播。大家找不到我的宝宝呢，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大本营啊！因为如果你没有看到我，一定是因为这个号没了，好不好？来，我们开始连麦了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怕找不到我的啊，怕不知道怎么问我的，不知道怎么连麦的，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啊。对，今天感冒了，大家多担待。Hello， 你好。Hello，哎，你说。哎，你好，曲曲。很高兴能跟你连麦，然后看了你很多的视频片段，然后很多的发言，都是我用10多年的青春磕磕碰碰我才后知后觉的，所以非常佩服你的悟性，还有极强的总结能力。然后我今天的连麦的目的呢，就是希望你能给到我一些关于我的自我认知，还有未来努力方向方面的建议。首先我的基本盘呢是90年，33岁，长相大概就5、6分，身高1.65米，偏瘦偏黑，长相偏成熟。然后原生家庭呢起点非常低，父母就是农民，然后脾气也是非常暴躁。然后我上学期间的那种学费、生活费，也就是让家里会有压力的那种。但后来呢，因为命运有一些改变，就第一个是因为我就是报志愿的时候，我高中同学有提供一些信息差，所以我拿到了奖学金，有去国外读书。然后后来又在当时那个男朋友的鼓励和帮助下，然后做了一些，因为他是那个基金行业的，所以就有做一些比较好的投资，非常幸运，然后有了第一桶金，然后1000个 W。后来呢就是对，然后但是我那个时候非常不开心，因为觉得自己有非常多的性格缺陷和情绪问题，然后就经常跟周围很多人就闹矛盾。所以呢我在近6年做的事情都是围绕着完善性格和提升认知来展开的。所以我就比如说就是我基本上是通过学习来提升，比如说也学体育方面的，因为听说就是运动可以改善大脑，所以我通过体育然后拿到了那个游泳教练资格证啊，什么去滑雪呀，然后有去跳舞，然后艺术方面有试着去提升，然后就比如说生活在欧洲巴黎这种地方去感受这边的艺术文化氛围，然后厨艺其实也有，然后上了1年的那个法餐还有甜点。语言方面本来就英文是中高级，然后法语中级，然后还在学，然后也会一点咖啡拿铁 OK， 但是这些都只是爱好，并没有变现。然后近期我又觉得好像自己外形方面需要提高，所以又在想要不要去学9个月的美妆还有美发，但是因为现在已经考虑到那个机会成本，所以又不知道，就是这个年纪又有点很多的年龄焦虑，所以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对不对。所以也是耗到了今天，然后就是现在来看就觉得好像20多岁没有把人生规划好，所以希望在30多岁的日子里往好的方向发展。对，目前单身，住巴黎，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不够自信。
我的人生目标是想有2-3个小孩，然后挣很多的米。然后请问我该如何定位做好人生的规划呢？所以说你现在没有在工作是吗？对，已经没有工作很多年了。你多少年没有工作啊？6-7年这样。那你那个1000个 W 赚了以后，你这个米就是等于说你一直在吃老本还是什么意思啊？是的，所以现在只剩600多个了。那么你当时的男朋友呢？分了。你后面还有再谈恋爱吗？有。你后面谈的恋爱也没有再给你带来过什么了是吗？后面谈的恋爱就是没有的，就是因为那些条件都非常的差，就是最好的就是这个，但是他呢，可能就是家庭，反正就是阶级差距太大了，所以，然后他也经常会约批这样子。你这个情况，你还会管别人约不约批呀？对，这个人家把你从对我以前对恋爱没有，就是有很多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所以我以前的恋爱其实20多岁的时候就没有空窗期，谈了非常多的恋爱，然后也遇到过2个我觉得很优质的男生，但是最后都是分手。分手的原因也是五花八门的，比如说，要么就是对方不符合我对经济方面的要求，要么，就是他妈妈好像不喜欢我，然后或者有的时候就遇见男生非要跟我承担日常开销，还有我比较作呀，不懂得化解人际关系问题，就是这样子。你为什么会在英国生活呢？没有，我在纽约生活过一段时间，还有在巴黎，但没有在英国。你在法国。你为什么会在国外生活呢？长期？也没有长期，最近2年，因为起因是因为疫情期间，然后欧盟这边有开放，然后我在想，就过来旅游，然后旅游的时候就吃了这边的甜点，觉得不错，所以就考虑要么学一个甜品，然后就那你从那个时候学这个东西是为了去从事这个行业，还是说完完全全只是因为觉得好吃爱好？刚开始完全是因为爱好，但是后来涉入这个领域之后，发现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学，然后有考虑说一起开店之类的，但是对，我们现在就是在考虑。我是觉得啊，你的生活方式呢可能会比较的多姿多彩一点。其实你最大的优势是来源于你这些年没有工作，但是呢，你提前享受起了这种所谓的财富自由的生活状态。其实你这种生活状态呢，如果你能够去把它记录下来的话，其实现在在自媒体的市场还是会很受欢迎的。但是你得去琢磨这件事儿，就是说你可以去做一个自己的账号，因为我说实话啊，你一个6年没有工作的人，我现在说让你去工作，你可能会觉得任何一份工作对你来说都是索然无味的。但是让你直接去创业呢，你手上的钱不够你折腾。是的，对的。所以说，我觉得你可以先把你的生活方式跟你的工作融合在一起看一看，你把你所有的每天的生活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发出来看看。然后当然这个拍啊，这个发呀，这个东西啊，不能随便拍随便发，你一定要去找一些类似的，他们也在发记录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这样一些博主，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手法在拍在剪，然后是用什么样的文案再去说。我觉得你需要去做这方面的内容，相对来说可以先看一看你自己做这个内容会不会有受众。如果说可以的话，因为它最终会融合到你的生活方式里头，对于你来说可能相对来说会是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走法。好，我可以去考虑一下自媒体。对，你可以往这方面。然后就是实际上你是不是平常的人际关系处的不怎么样啊？对的，是的，是的。是这样子的，因为呢，像你们这样的女孩呢，可能会有几个问题啊。我说的这几个问题呢，你不一定会有，
但是呢，跟你有类似的成长经验的人，很多人他会有这个问题。他比如说，因为你的原生家庭非常的差呀，所以呢，它其实会导致你很多的自卑。然后这个自卑呢，它在后来你的生活当中呢，因为某方面呢，方方面面的原因，可能它给你堆砌了很多光鲜亮丽的东西，然后让你接触了很多很浮夸、很浮华的这样一些东西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个自我的一个强烈反差，就是我看起来很好，但实际上很差，就是你可能会对自己会有这样的评价在。那么这种评价呢，它可能会给你身边的人带来一种你不愿意真的跟别人去接触的这种感觉。因为什么呢？因为说白了就是你害怕别人走进你的内心世界，或者说你害怕别人真正的了解你之后，发现你没有那么好，所以你又被你一针见血指出来了，想要去保护这样的一个外壳。但是呢，我想跟你讲啊，就是因为凡事我们要讲啊，做到任何一件事儿，首先讲的就是发心。什么是发心呢？就是首先我要愿意跟别人好，别人才会跟我好，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说我不愿意去让别人走进我，我也不愿意走进别人，那么别人是没有可能跟我好的。因为本质上来讲，人跟人之间，当你没有利益上的价值互动的时候，其实就是情感上的价值互动。如果说情感上我不愿意让你走进我，我也不想跟你深交，那么别人不可能拼了命的跟你深交，对吧？就是这件事儿它是无法达成的。所以我们讲发心就是我要愿意，那么这件事才能做到。那么至于你呢，我认为你首先你要转念，你的念就是在于说，你要明白啊，你的这种反差感实际上它会形成一个独立的你，就是这个你它才跟别人是独一无二的。你明白吗？就是因为你原来什么都没有，到现在有的这一切的这里边的经历，当你拿出来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其实它就会变得非常的独一无二。那我是建议你在这个点上，首先重新认知自我，就是我这个事情是很值得分享的，而不是需要隐藏的，是会让别人看不起我的，不是，我是值得分享的，我是值得把这件事情当作故事去告诉每一个人的，因为这个是我独一无二的地方。我建议你从这个念开始，你先把它转掉，然后你再去跟别人接触。好的，好不好？好的，我可以再问稍微一个问题，就是婚恋方面，因为这个年纪，亲爱的，我们时间到了，反正你的问题不棘手，不行你下场再来连吧啊，不行你下场好的，希望你感冒早日康复。好，谢谢，拜拜。拜拜。我们一场连麦就是10分钟的时间啊，所以说，大家你们讲5分钟，必须要给我留5分钟。如果说你们还有更多复杂的问题呢，一个是可以选择来找我们的团队进行后续的长期服务，或者呢，你可以下一场再来连麦啊。我们一场连麦也不能加时，也不能重复连。为什么？你们觉得我可以一针见血的戳出他刚刚的这个痛点，是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嘛，对不对？你们看了我的书，你就是光，对不对？我在我的书里头其实就讲了我的原生家庭能够给到我的东西其实是很薄弱的。那么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上的学校一直都是贵族学校，所以说我也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别人以为的我跟我自己认为的我，它不是一个我，它这个时候就是会分裂，而且它会产生一种外强中干的状态，就是外面看你是光鲜亮丽，但是内核里头你觉得自己虚的不行，是吧？再加上他又没有工作经验，没有自己真正的就是说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去创造财富，所以呢他会认为自己对于自己的财富，对于自己的生命缺乏掌控感，那他这个时候一定会给外人展现出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才跟大家讲，我跟大家说，就是当我什么时候能够真的自信，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呢，是我不断的在我的生命当中去寻求那些能够让我感受到进步的事儿，对不对？什么叫能让我进步的事儿？就是我能处理一个人际关系，我能拿到一个项目，我能赚到第一桶金，所有的这些事儿，它对于我来说都是不断的在增强我自己的正反馈。
我会觉得我自己是不断的在受控的，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刚刚跟这个姑娘讲的这番话，就是跟自己的原生家庭和解，跟自己的原来的出身去和解，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出身跟原生家庭当做自己的短板，你要把它当做自己的财富。就是因为我的起点低，所以无论我现在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它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常的可观的，对吧？一个出身很好的人，他其实是很难获得自己家族的认可的，因为他赚的很多，也跟他的家族来说，可能他觉得很难达到他父辈的这个高度。他赚的少，对于他的家庭来说就更加的不值一提。但是像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哪怕收获到一点点，你也能在你的家族里边去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和地位。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最终呢，和解的方式是什么？是我真的认为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优势了，而不是我自己骗自己的，是我真的认为我的原生家庭它给我带来的是谈资，是财富。你们看，包括今天我这本书出来的时候，你们看到的时候，你们看到的很多是感动，对吧？很多人在我小的时候这些故事里面，难道你们看到那些故事的时候，你们会说你个傻叉，你这小时候怎么这么穷啊？你个穷波一，是吧？你们肯定看到这个书的时候，不会是这种感受，对不对？你只会觉得说啊，你好坚强，你是不是？你为什么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过往里头，还能够反思到这么多，体会到这么多，然后让自己这么的坚强的去进步，对不对？其实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一种生命力量的，对吧？好不好？我们这个状态其实大家都有过，跟所有的直播间里的姑娘去共勉啊！大家不要因为这件事感到自卑。我今天很温柔，对不对？因为我感冒了，所以你知道吗？我生命中无数个男人都跟我说过，你生病的时候是最可爱的，一群贱狗。他们说，我生病的时候看起来就是一副可以被拿捏的样子。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我们一年到头都是这个时间开播。如果大家没有看到我们，一定是因为你们长期看的这个号啊出现故障了。所以大家呢，如果以防走丢，怕找不到我的直播啊，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有任何问题，直接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边啊。来下一个。我不是没力气，我是嗓子哑了。我哪是没力气呢？力气还是有的。Hello， 你好，你好，我听不见了。Hello， 你不要退出哦。哎，没了，来下一个来。你们也喜欢我生命的样子是吧？你们就不能喜欢我每天很亢奋的样子吗？Hello， 你好，你好，你好。我们俩。Hello，冷美人来说话。冷美人说话。哎，什么情况？Hello， 你好。HK。哎喂，你好。哎，你说。能听见吗？可以。好，可以听见。哎，你能稍等我一下吗？我马上。
你这个要稍等多久？马上，10秒钟。可以。现在可以听见吗？可以，你说。是这样的，那个曲曲你好，然后特别喜欢你。然后呢，我今天想问的问题呢，就是我和我的现在的老板的关系，下一步该怎么处理发展？然后呢，我现在基于我现在自己的这种基本情况呢，我是该怎么样去在职场包括生活中迅速成长，然后去该在哪个点位上发力？然后我先描述一下我的这个基本情况。我今年呢是29，然后呢是本科毕业，小康家庭，长相7分。那我现在是一个普通员工，一个月也就不到1个 W 吧。然后男嘉宾大我18岁，然后他呢是有过2次，然后呢有一个小朋友，然后之前我来公司1个月左右就跟他确定了就是男女朋友关系嘛。然后我自己属于那种没怎么谈过恋爱，也没什么经验的人，也没有太多社会阅历。然后呢，他在没有确定男女关系的时候呢，帮我还了3万块钱的债，然后后来陆续到现在付出了7个 W 左右吧。然后我们实际在一起也就3个月左右。因为我后来发现呢，他在和我在一起的期间呢，还和前女友有联系见面，中间我俩分了2次手，然后他无缝衔接了前女友。这次第3次在一起，我发现他10月底又联系了前女友，并且现在在外地呢，也没回来去见前女友去了。然后呢，以前就是每天联系嘛，然后现在也没什么消息。然后我们就是我现在矛盾的点就在于说，他是我的老板，然后我又是跟他有这层关系，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跟他相处。然后呢，他也一直没有公开我，然后他在外人面前呢，就是比较会演的那种。然后呢，他之前还一直催我跟他10点半，然后之前2次我都拒绝了。然后这一次在一起的时候，我跟他10点半了，然后我现在就是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该怎么因为我还想在这个公司待下去，我想在这个领域，在这个地方有所成长，然后有所这个建设吧。所以说我现在其实内心挺憋屈的。然后我要他不是我老板，我可能就会想别的办法了。但是因为他是我老板，所以我现在不太清楚我该怎么做。他不是你老板，你想什么别的办法？那我可能就不会这么哄着他了吧。然后就是我现在觉得自己可能没办法跟他闹掰，就是按我的脾气，我可能脾气也挺急的，我可能就会说出来呀，或者起跳呀这样子。但现在我不能这么做，我觉得。首先你有严重的认知问题啊！谁跟你说那是人家前女友了？你是不是有严重的认知问题？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看错了自己的位置？有可能我是那个外边的人是吗？不是有可能啊，100%，好不好？100%啊！不是说你眼里的这个前女友一定是正的，也不一定，也不一定。但是你肯定是歪的啊，是不是？咱们不能判断他正不正，只能判断自个儿歪不歪。你肯定是个歪的啊！首先第一点搞明确，第二点，你如果说在这个公司里边，你想留下来，只有一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叫做为这家公司创造效益，为这家公司提供价值，或者为这个老板提供价值。如果达不成，那么你就不可能在这家公司留下来，而不是想着怎么去跟这个老板进行情感拉扯。你情感拉扯的再好，它也不能够支撑你在职场领域的立足。职场的，我告诉你很简单，如果你能为这家公司提供价值，你这个老板你天天骂他，他都不会把你怎么着，懂吗？你不能为这个公司提供价值，你天天跟这个老板躺一块儿，他也不想让你在公司待。这2件事儿啊，它本身它就不搭嘎。
我明白，因为我刚才听了那个小姐姐的连麦，她说原生家庭这事儿，我也是想说，可能是因为原生家庭，我这边也确实是，也受到过一些打压吧。但是我家里对我还是挺好的，然后我可能内心是有一点点的不配得感吧。我告诉你，小姐，就是总是这样的啊，我不明白一个所谓的1万都不到的工作，有什么那么的不可替代性，或者说有什么让你觉得还需要去献身才能够把这个工作干下去的？这个我没有一开始没有想是献身，不重要，我一开始确实是抱着不重要，是你没搞懂这个逻辑，懂吗？你跟老板之间如果要转化成男女关系，那么必须在物质这个层面上有非常显著的回馈。可能你太穷了，就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可能是有点太穷狠了，穷疯了啊！什么前面花了个3个 W， 什么什么的，后面花个7，就是你这个状态是在葬送你的职场道路，懂吗？你为这么点米，然后跟你老板搞这个事儿，是在葬送你的职场道路。是这样，曲曲，我一开始并不是为了你跟他在一起，我确实也没谈过什么恋爱，我真的以为，我一开始就像你说，我可能认知错误，我以为他把我当女朋友了，然后我一开始就是想要这么跟他好好处，但我没想到他是这样一个状况，没什么社会阅历，所以我真的就不太清楚。所以我现在是在结合你的诉求告诉你，当你已经走了这一步的时候，大概率啊，你在这个地方就待不长。所以你必须还原到我跟你讲的，如果这个行业确实值得你去做，值得你去深耕，要不然你在现在这家公司里开始创造价值，要不然你就换一个类似的公司，再也不要重蹈覆辙，就是这2条路径，而不是想着怎么去跟这个老板相处，你怎么跟他相处都不可能在没有价值的情况下让他把你留在这儿。就是我现在的点位因为我这个公司为什么我想在这待，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呢是因为我们行业比较小众，然后类似这样的公司比较少，然后并且呢在这里呢我确实能够有一些我想要发展的领域，而且我老板他虽然他是这样，但是他确实有给我到一些成长的一些机会，他也督促我成长，他也希望我能够成长，所以说我就想在这继续待着。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老板啥身家水平啊？他的财务具体情况其实我不太清楚，应该也就几百万吧，几千万吧，我也不太清楚。他说这还值得你跟我聊这种天啊？什么？哎，我们是个小众领域，我这个那个，你跟我说他跟马斯克一样研究火箭的，我跟你聊一下。小姐，你之所以要进入职场，之所以要干事业，是要为了赚米吧？是为了一个更加高的天花板的成长赛道吧，小姐？请你不要活在像井底之蛙好吗？就如果你这个老板就这么点小水平，还值得我们在这里沟通这件事儿啊？不是说他水平的问题，是这个行业它确实。你为什么非要做这个行业呢？你的老板就几百个身家，还值得你在这里？这只是我猜测。我不太清楚他的身家。你猜测几百个，他大的概率也不会超过2000了，好吧？在老板的范畴里头，已经属于比较穷的这一类了。这就是我觉得你是不是把你的思维稍微打开一点？咱们就算是要找一个所谓的什么职业成长赛道，我是不是找一个天花板高一点的？因为这个行业我很喜欢，就是我们是属于精神文化行业吧，所以说我比较喜欢这个行业，我是想在这个行业发展，我才会就是想在这成长。你放心吧，你就在这发展吧。来，你闭嘴，你别说话了，你说的话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你想发展你就发展，我告诉你，你不用担心，你也不用想着跟着老板处着关系，因为想往你这个行业发展的人并没有那么多，你就自己想怎么发展怎么发展就完了。你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竞争对手，你发展你的就完事儿，好吗？没有任何需要考虑跟焦虑的部分，你也不需要思考你跟老板关系怎么搞，
本质上来讲，你这个老板在市场上没有什么话语权，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所以说你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多竞争对手跟你来干这个职位，你就干你的就好了。所以我现在选择就是不要继续跟他处了，然后就是把自己的完全没有必要，完全没有。你想处可以处，没问题，因为你的格局眼界现在就在这儿，你要处可以，但是呢，放明白，搞明白自己的位置就可以了，好不好？搞明白自己的位置啊。明白。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能听见吗？就是我现在如果这个时间的话，假如说我确实想要变得眼界格局大一点，或者变得强大一点，我现在需要去做些什么呢？扩产人脉，还是说换赛道？换赛道啊，换赛道，换赛道，对的。好吧，就这样啊。拜拜。好的，谢谢。我告诉你们啊，我们看一个赛道啊，首先是看这个赛道的市场份额。你首先想一想哦，我跟你们讲个很简单的道理啊。你说我要做个什么生意呢？我先给你打个比方啊，我要做个修鞋的生意，修鞋子的生意。你想一想，就是修鞋子这个生意，它最大，你就看一下现在全中国最大的做修鞋子这个生意的有多少钱，好不好？简不简单？你看一下，你能不能想出一个全中国做修鞋这个生意最有钱的啊？你说我就喜欢修鞋，对不对？那不谈赚钱嘛？你这就是手工人嘛，就是匠人精神嘛，对不对？工艺人、手工人嘛，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不要跟我谈你的爱好、你的喜好，是不是？我只跟你谈什么地方能够创造更大的财务价值。你选的这个行业，你这个老板，你跟的这个老板，不是说不让你跟，每个人都会有起盘的阶段，对吧？多去跟一些老板去学习没问题。问题是在于这么小个老板，你还要跟他搞个稀巴烂的关系，你说你是不是这愚蠢至极了？我给你把这个事儿点出来了，就说你没必要在这个事儿里头纠缠，你还不如换个地方，因为它的可替代性很强。你还在跟我讲它的可替代性不强，因为它是个小众行业，你为啥非要干个小众行业呢？啊，你就是干那个修鞋的，是不是？你为什么非要干这个小众行业？我想问一下，你到底出来干活是为啥来了啊？所以说这个认知啊、格局啊、眼界啊，具体指的是什么？你们听一听，是不是？你们听一听就懂了，对不对？这就跟你们那个老家，爸爸开了个小卖部，让你一定要继承那个小卖部，是一个道理，对吧？那人家小卖部比你有前途，小卖部还有可能发展成百货公司，是不是？他让你继承的不是小卖部，给你继承的是那个修鞋的那个那套工具，给你继承修鞋那套工具，是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啊。然后呢，我们是每周3场定时定点开播。大家如果怕找不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我们是流窜直播，游击战直播啊，流窜这个词太难听了。但是形容我非常合适，我们是游击战直播。大家如果怕找不到我们直播间的宝宝啊，一定要到我们左上角头像点开的首页的粉丝群，在我们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啊。包括你们如果想要预约连麦，或者是想要寻求我们的长期帮助跟服务的宝宝们，都是到首页的粉丝群啊。还有人跟我讲说，小众赛道可以做到几千万。你没听他说吗？他这个老板小众赛道，说他这个行业都没几个人。问他老板啥身家，他说大概几百万吧。你没听到吗？啊，你们都不听数据的吗？不想跟你讲话了，好烦呐！来下一个，累人。Hello， 你好。Hello， 你好。
Hello，你好。哎呀，断了。Hello，你好。哎，你好，可以听见吗？哎，你说。就是我的基本盘，我今年是25岁，然后是直播了1个月，遇见了一个搞房地产的大佬，他的那个账号等级很高，但是他给我刷的不多，一周大概有1万，但是他几乎每天会给我发微信红包，最开始我是拒绝的，然后最后我感觉他是有点下不来台，意思就是非让我收了他才能下来台，然后我就收了，收了之后。我就第2天我就又把这个红包发给他，我说我请他喝茶之类的，就有一天他说就是先当男女朋友关系处着。你停一下，我觉得停一下，他给你发红包发多少？红包最高就200嘛。好，接着说，接着说。然后他就说那个先当男女朋友处着，我觉得就是确不确认这个关系我都得每天维护，然后我就同意了。前2天的时候他就送了我一个那个15PM 聊天频率的话，就是每天都会聊，但是我有意识的就是不去聊太多，然后我就用那个金贵的里面的那个办法，就是比如说顺着他说恭维他之类的，但他好像不太吃这一套，反而就是我不怎么理他，然后跟他发脾气的时候，他反而好像更吃这一套。然后我的诉求呢，就是想知道能不能在他身上搞点米。小姐啊，你这连个麦，他得给你发4个红包呢，啊，费不费劲呢？干嘛呢？啥房地产老板呢？是不是搞房产中介的？跟你说自己是房地产老板，我长这么大我都没见过哪个房地产老板给我发200块钱红包，你是让我开眼呢你？啊？啥房地产啊？他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哎呦我的妈呀！要不怎么说你们没见过世面呢？小姐，没有哪个房地产的老板啊，混得再栽，他都不会给你发200的红包，知道吧？哦，你这就是毫无必要，好不好？咱们能不能多搞几个大哥，换一换，行吗？就是说没有必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是吧？这有什么？200块钱就是能让你长期维护了，还什么男女关系？200块钱确定男女关系啊？你说我们是要换情侣头像吗？换个情侣头像200？那倒没有，就是每天跟他聊天。哎，我还每天跟他聊天，你能不能好好直播？你把他跟他聊天的时间都用来直播，行吗？好的好的。你这是个外卖大哥充当了，跟你装房地产老板的估计。但我看他那个朋友圈好像是真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哎呦我的妈呀！这年头还有人靠朋友圈判断这个的？人家那朋友圈你知道，那拼夕夕名媛那都是拼的朋友圈。那就是我现在也不用怎么理他吗？还是怎么？小姐啊，你是个主播，在直播间里头没有刷到个几十个 W 的就没有必要那么跟他搞那么热络，好不好？把直播间里的活干好就行了。好的好的好的。哎呦，不要败坏这个行业的名声啊！200块钱就可以当男女朋友了，你这扰乱市场，属于是。好吧好吧。还有问题吗？没有了。就这，拜拜。是真的，我跟你们讲的，那个搞什么房产中介的呀，是不是？还搞那什么长租公寓的呀？他们那个注册的公司都叫地产公司，不是非要搞地产开发，不是非要搞地产开发，知道吧？地产开发的老板哪个拿得出200块钱红包呢？他还说最重要的是，他说人家给他发红包，他说他不收，那个男的觉得自己下不来台。你真的没给我笑嗝屁了？你那是有点下不来台。他发出
去的时候，估计那个台都已经下不来了，知道吧？你们天天在我这啊，你们这带着我看世界呀、你们真的是带着我看世界。哎，我的天呐，我都服了。许老板听你这么聊的聊笑了，真的。许老板心想，我欠那么多个亿，我都没发过200块红包。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早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联系曲曲的啊，那个怕走丢直播间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大本营，那个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Hello， 你好。Hello， 你好，可以听到吗？听得到，你说。你好，就是我的基本盘，就是我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孩，我今年28了，然后我自己做直播呢，也做了挺多年的，之前我月入大概是几万吧，现在也做到了月入几十万这样，然后基本20-30万以上吧月入。然后11月1号的时候呢，我就遇到一个玩家，就是截止今天给我刷了就是100个 W， 就是10天就刷了100个 W，然后从我跟他的聊天内容呢，就他说他自己是90年的，身价100亿。是博士，然后呢，帮他父母打理什么集团生意吧。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声音。聊天过程中呢，他很会从一些细节去透露他的经济实力。当然他最近在平台呢也很火，很受欢迎，就是说他会跟我透露一些女主播，就是说私聊他一些截图吧。然后呢，他刷我之前呢，也给别人刷了40左右个 W，他试探跟我说要跟我见面，但是又说不急，然后我俩就定在就是说百日庆，之后就是大概就是1月中旬见面。初期呢，他对我呢就是很主动。然后我每天也会抽出固定的时间跟他去聊天，他会去询问我是否有男朋友或者老公，说让我意思说想让我做他女朋友。初期他承诺只宠我一个人，但是呢，我感觉这几天呢对我的态度呢就是说有所转变。比如说可能我自己也比较敏感吧，他之前会承诺只宠我一个人，但是呢，他最近我夸他专一的时候呢，他说他会说自己有可能是个花心大萝卜呀什么的，然后他会要求我给他发就是视频，就那种视频，就是比较性感的那种视频。但是他又会，我给他发吧，他又嫌我，最近他会嫌我给他发的视频没有情调，你知道吗？他说他要高级的那种，有情趣的那种。哎，不要再讲违规词了啊。然后呢，就反正就感觉这2-3天呢，对我态度呢就是比较淡下来吧，聊天也没有那么主动了，然后也有2-3天没有来直播间看我了。之前他会每个星期一呢会去点亮礼物墙，但是昨天是星期一，我有暗示他，但是他也没有来。然后我的目前的问题就是说，我目前应该怎么做呢，才能在百日庆之前稳定链接到这个人？哎呦我的妈呀！你百日庆了又怎么样呢？百日庆了见了面还不是个完犊子？你以为能有什么改变？无非就是让别人跟你来多刷一会儿，能让别人给你多刷一会儿，这就已经是极限了。你还想要什么？你还想要跟大哥谈恋爱就是说我感觉我自己没有能力在百日庆之前稳定链接到他嘛，就所以来寻求一下帮助。本来就是的呀，大哥是大家的呀，哪个大哥是会给你独占的呢？一个大哥能出来10天给你刷100个 W 的这种人，有多少个女的都得往上贴，快贴死过去。他每天搞那些东西都搞不过来。你是这样的，你咋给他发也很难满足他的需求，因为给他发的人太多了。
五花八门，分门别类，什么样都有。但他目前只加了我一个人的。你怎么那么幼稚啊？你怎么那么幼稚啊？你这话说的幼不幼稚啊？啥叫目前只加了你一个人？你在他们家按摄像头了？因为他有截图给我看，他之前刷了几十个的都没有加。你不要那么幼稚啊！你不要那么幼稚，好不好？他给你们刷可以不加主播，他可以抓他可以加那个游客吧？他非要加你们这几个主播。给他发消息的不能是游客，不能是别人小主播。那我应该怎么做呢？你啥都不用做，好好做你自己的事儿。你不用特别的主动，知道吗？你们这个主动啊，非常的掉价，非常的廉价，面都还没见着就上套，太廉价了，知道吗？他让你给他发那些东西，你都不应该勒他，那有什么好发的呢？那有什么好发的？我跟你说，这些东西很简单。今天让你脱一件，明天让你脱两件，两件脱完了脱4件，4件脱完了脱10件，最后你还有什么可以脱呢？你告诉我，就是这个东西它就没有，就是总会玩完的嘛，明白吗？因为你没有这个技术，我告诉你，你没有这个技术，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事件。本来意思说我就是每天找他聊天，也不用太主动，对吧？你根本就不应该找他，你根本就不应该找他聊天，本来就应该是你屌着一点，知道吧？他追在你屁股后面送，而且你还不觉得有个什么，也就是该礼貌维护，都不应该觉得这个事儿有个什么。你现在就是透露的整个就是你没见过大哥，你没见过世面。我之前就是以你这样，就是你这样的态度维护大哥的，然后大哥就跑了很多，然后我就发现就是说现在就真的太卷了，就是我意思是表面上就是说是迎合他们的意愿，但是其实内心其实也并没有上套，还比较清醒。你说反了，小姐，你说反了，你的内心迎合的不得了，你内心不迎合，你能给人发这种片子吗？不可能的。如果是一个内心不迎合发这种片子的人，我告诉你，那人家玩的才溜，人家职业选手，每天都能拍出花来。你又不是走这个路子的，你又不是搞这个专业的，有搞这个专业的，你不是搞这个专业的呀。哎呀，反正也不知道吧，就是也搞了100个 W 了，接下来不知道咋搞了。不用搞了，你不要联系他，明白吗？不要联系他，不需要联系他，你先等着吧，不用联系，啥也不用做，你把你的直播间做好。我跟你讲，大的大哥不是你那种逻辑，大的大哥大部分其实都是情怀大哥，我告诉你，大的大哥绝大部分都是情怀大哥，只有小大哥是恋爱大哥，知道吗？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大哥会为了谈恋爱砸那么多米，绝大部分要砸那么多米出去的，他都是情怀流，而且他的米不干净。我告诉你，就是2条都要吻合，米没有那么干净，而且他是情怀流，他才会砸那么多米进去的。因为想找小主播谈恋爱的大哥，往往他都是找同城的几个人的个位数的，然后刷一点他就要跟你好不着他就不刷了，这是小大哥的路子。真正的这种短期之内能砸出巨额的这种大的大哥，人家说白了，人家那个米在里面倒一趟，你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你懂不懂？因为我之前也跟一个就是说大哥就是在一起过，然后因为那时候因为我不会把握，后来他给别人刷了1000 W， 然后就是说，所以现在因为我跟他分手也有2年了，现在我遇到这个大哥，我自己感觉特别，就是说自己特别珍惜吧，就是说，我跟你讲，姑娘，珍惜是基于什么？是基于对方的节奏来的。对方很珍惜你的时候，
你要珍惜他。对方他都没有很珍惜你，他只不过是看到你了，然后觉得哎，你可能身上有些特质，他觉得不错，夸夸夸给你上票了。你觉得10天能爱上你吗？可能吗？就是说我意思是想努力搞他的钱，努力让他爱上我，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你弱智啊！你这个逻辑合理吗？努力搞他的米让他爱上你，搞了他的米就先搞米他就能爱上你，是这个逻辑吗？这什么逻辑啊？你这说话好不好笑啊？那不是说你先搞了他放不下呀，搞多一点呀。你这是在哪里学的？你这在哪学的？你这在哪个方位学的？我问你。不是说男人给一个女的花的越多越放不下吗？怎么着呢？他10天能为你倾家荡产，1个月能不能为你倾家荡产？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不过他确实挺有米的，就大哥，10天能花出100个 W 的人，他就算给你砸了1000个，对他来说也不算什么。什么就让他放不下？什么东西能让他放不下？你在搞笑吧？你以为是1000个身家的人给你花100个，那1年才能花出来？妈10天给你花100个的人，你觉得1000个对他来说多吗？是的。我的妈呀，下去1v1吧！我觉得你认知好低，我真的觉得你认知好低。虽然说你可能挣的不算少，但你认知真的很低。搞大的大哥根本就不是你这个逻辑，我告诉你，根本不是你这个逻辑。你节奏一定要压住，节奏压不住的话，你大哥迅速下头，因为他觉得你太庸俗了，庸脂俗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我现在目前这个情况是说，我是搞婚姻呢，还是继续搞直播呢？搞婚姻，搞直播吧。我建议你下去1v1啊，还搞婚姻？你这哪头婚了吧？搞婚姻？你们是在哪里？不是，小姐们呐，男人的付出是跟他情感投入成正比，但是这个付出是看比例，知道吗？什么叫看比例啊？就是这个男的他的量级在什么地方，多少付出对他来说那叫大额付出，概念不一样的，知道吗？你现在不是花了总身家1000个 W 的人的100个 W， 他这个对于你来说叫巨额付出，他因为这个巨额付出他就跟你怎么着了？不是的，一个10天能跟你刷100个 W 的人，他对于他来说1000个 W 也不算事儿，我告诉你，明白吗？他不是说因为给你刷了这个100个 W 他上头，他没有那么上头，他见过的胭脂俗粉太多了。但是我跟你们讲个非常实际的东西，短期之内给你刷出这种巨额的，大概率啊，他做的东西都不干净，知道吧？大概率他做的东西都不干净，他不像你们想象中的那种什么真正的你们能说出名字的那些大佬，就是他100亿身家，他也不会10天之内给你刷100个 W。他100亿身家，他也不会这么干，明白吗？他们会这么干的人，我告诉你啊，几乎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本质上来讲呢，他也不知道他这个米能捏到什么时候，明白吗？他也是来快米。还有一点，这种人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他们是根据自己现在所在的这个行业的行情给你刷米的啊。灰呀，他有的时候来米来的非常快，但他有的时候呢，他又会经历剧烈的动荡。但是他在来米来的快的时候呢，他们很难守住他的米，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慌，他守不住，所以他夸夸给你刷。包括他为什么要让你给他发这些视频，这个那个的，是因为他需要这种精神的刺激，他需要刺激。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讲，姑娘，你要是实在想抓这种人，
我跟你说一个很不上台面的话，你呀得去学那种专业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刚刚其实已经在跟他聊这个话了，但是呢，我不希望大家就是说去走这种路子，你明白吗？因为这是完全另外一条轨道的东西，你得是非常专业的，而且这个男的，我可以100%的给你判定，他是那个字母里头的第二个字母，我可以100%的给你下这个定义，知道吧？他需要你展现的东西是那种极度强势的，是那种侵略性很强的，他要的是这种东西，根本就不是我都能想出来你拍的东西是啥。我告诉你，都不需要你跟我透露，我都能想出来你拍的东西是啥。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们平常的生活就是压力非常大，知道吧？压力非常大，他们的压力是因为他们在走钢丝，他们在走钢丝，所以他们的压力非常大。他也不知道自己手上的这个米能保留到什么时候，所以他会快速的消耗在这些能够让他感受到精神刺激的东西当中去。他要的刺激就是那种我跟你讲的这个东西，知道吧？他就是那个字母里头的第二个，100%。所以因为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实话，它是要很专业的，那不是你那个三脚猫，你能给它拍出来个屁？你能给它拍出来？你能拍出来个啥？你的东西都没有什么观赏性。我说实话，因为我们在杭州的时候，我们线下我们看我们那老师，人家那个气场，你知道吧？人家那种专业度，人家那种气势，你们这些还想着，哎，大哥给点吧，大哥你再给我刷点吧，大哥百日你再给我，你们还在心里都是这种，都是那种奴婢心态。你这种奴婢心态，你怎么可能展现得出他要的那个状态呢？你弄不出来的呀，你这不是开玩笑吗？对不对？听懂了吗？听不懂就听不懂啊，听不懂就听不懂。我讲的这个话也不适合所有人听，好不好？我讲的这个话不适合所有人听，听得懂就听，听不懂就最好别听懂。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啊。我们那个如果找不到我直播间的宝宝，经常找不到我直播间啊，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能够跟我们团队联系上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小助理会在，我不是知识面广，我们这是干一行爱一行。我没有什么知识面，我们是见过的案例样本太多了，有个毛的知识面。我跟你讲，有些东西啊，你不专业是不行的，知道吗？真的，你不专业是不行的。专业是基于什么？是基于案例，基于案例的真实案例的堆积，才能变得足够专业。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你好，曲曲老师，我是你的粉丝，然后很早就加入了金贵的关系。当然我的情况可能没有其他姐妹那么夸张，我就是走普通婚恋关系女神。说一下我的背景吧，我是基金行业，然后是澳洲硕士，今年29岁，然后目前人在海外，在新加坡工作1年，大概40多个。我跟我前男友现在是跟他相识于澳洲上学的末端的校园恋爱，后面也经历了5年的恋爱，然后有2年到3年的异国，然后也是因为他，然后来到他的国家工作，当然不是100%为了他，可能只有50%吧。如果不是他，我可能会回澳洲继续这样。
然后现在的情况就是我跟他之间，好像我一直对他有情绪方面的勒索和给他情绪方面很大的压力。然后从今年5月份开始之后，我6月份的时候，我跟他提出了分手，但是我提出的分手可能是情绪上来的，就是美其名曰为了以后更好的未来，就是彼此更专注于各自的事情。然后我先提出，然后但是提出了之后，他还是我们俩都互相的就是接受，但过2天就是他还是照常的过来找我约会吃饭，然后我好像又陷回去了。然后后面就是我后来期间回国了2次，后来发现每次回来他对我就稍微冷淡一点点。然后就在11月份，我最近刚回新加坡工作，刚回新加坡1周，然后他最近不是有腰伤，因为健身，然后我就经常去照顾他，给他就是平时生活上的照顾，经常去找他什么的。然后他说他感觉到压力很大，然后后面就我一直会有这种电话轰炸这种情况，然后后面就反正就是正常的聊天，我就一直问他怎么样，然后打电话，然后他不想接我电话，然后就跟我和盘托出说，我觉得我们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然后是大概上周3的事情，然后我还是纠缠了1-2天，然后听信了另外一个情感博主很傻逼的，然后我周5还去找他，什么突然出现他的单位这种。后面他就觉得他说他需要的是空间，但是我出现的这个情况明明是他想要的相反的。然后后面3天我就没有再找他，我们就没有联系。然后他昨晚又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问我有没有正常吃饭，有没有好好的，就大概聊了1-2天，然后就正常了。所以现在我的诉求，我的情况是，我不是特别想放弃这一段感情，可能彼此的生活都比较简单，然后彼此的情感经历都比较少。对，我心里还是想挽回，想问曲老师，我这个情况大概能怎么办？你这个男的大概率不会跟你结婚，你想结婚吗？其实也并没有那么想，并没有。你并没有那么想，只是现在，还是说你永远不结婚都可以？可能是现在，我也觉得我的想法可能日后也会变，但我不能100%保证我日后的想法会不会变。可能现阶段我好像也没有那么想结。你多大？28的末端，28。我觉得你有点自欺欺人吧。你跟这男的纠缠多少年了？4年多，就是从最后在澳洲的时候是校友，对，然后到现在4年多。大概率这男的不会跟你结婚啊！我跟你讲，我听下来什么感受啊？你肯定是有很大问题的，但是主要的问题倒也不是这个，主要的问题是我听下来感受是这个男的其实啊，你的条件没有进入他的择偶框架。是吗？对的，你的条件没有进入他的择偶框架。他为什么每次你说分就可以分了以后呢，再过来找你？本质上来讲呢，他的动作整个体现出来的都是一个什么动作？不挂空堂的动作，就是他跟你有感情，他也喜欢，但是呢，他认为他如果要找老婆，找长泽的老婆，认为你方方面面的条件还是不太吻合。所以他内心的纠结是这个点产生的。因为他产生这个点呢，你可能我觉得你或多或少能感受到一些关于你们2个人之间很难结婚这件事儿。有一点。因为基本上来讲你的这种索取发神经其实是跟他的这种感受强相关的。他越是不把你放到长则框架内，其实你就越想要去 hold 着他，越想要去扒着他。其实是因为他没有给到你非常十足的确定性。是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你要想明白，知道吧？我告诉你，因为什么呢？说白了，这个关系于你而言
是一种无尽的情感消耗。嗯，永远都是你其实才是真正害怕失去的那一方。对，其实我心里有比较清楚，我觉得您说的一点道理，很对。但是他的情况是，他是这边的土著，然后跟我学历也差不多，但是他好像也很就是他好像在事业上什么的也不是很顺利，然后对自己的人生也有一点迷茫。我跟你讲，姑娘，男人是这样的，他上学的时候是相对单纯的，他进入到社会之后，一旦经历了这个社会的很多的这种摧残呐，他的想法就会变得逐渐现实起来。其实你们在前面的2年可能是比较纯粹的，但是在后面，他反复在摇摆的一个点就是他已经觉得自己的生活挺累了，但是他觉得你会让他更累，这个就是他反复摇摆的点。你会让他更累的点不仅仅是在情绪上，也是在你的经济上，你不能够帮到他，你不能够助力他。他这么现实吗？必须的，必须是这样子的。你们2个人平常之间的开销是怎么在开销？开销基本上，我之前基本上都是，因为我可能也不会索取很多的东西吧，基本上都是他，什么吃饭啊，基本上都是他，不会 AA，或者有的时候就我付了。然后这段时间他失业，然后没上班什么的，然后就我来承担的比较多一点，但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花销吧。对，我觉得你们之间谈论过婚姻的话题吗？有，大概在1年前的时候，1年前的时候，他说他当时是真的很想和我结婚。他说，就是你刚刚说的特别对，徐老师，你说我对他而言是他的一个，就是你刚刚说的是一个不是累赘吧，就是说他让他更不想进入婚姻。他说是因为我在平时相处过程中，让他觉得好像我的情绪比较有点就是窒息的感觉。是这样啊，我呢其实是建议你骑驴找马了。我是建议你骑驴找马。这个人呐，你说你只要不狠心去断呢，他也很难去跟你断。因为说白了啊，他其实也不一定能找到很优质的对象，但是他找你呢，他是不甘心的，他内心当中有这种很深的不甘心在。然后呢，他的不甘心牵引到了你的神经，你呢就会很想占有，很想占据，就是你们2个人之间就会恶性循环。其实我是建议你出去看一看别人，跟别人约一约会，感受一下，多去找一些其他约会对象，把你自己首先平衡住。有的时候啊，我们找其他的对象并不是为了说迅速的开启下一段关系，而是平衡住我在我现有这段关系里的状态。了解。你把自己先要平衡住，然后呢再出去看一看。还有一点，不要自己给自己洗脑，说自己不想结婚。你们是在跟一个没有那么想跟你结婚的男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并且你又很想占有这个男人，你就会自我洗脑。没错，我觉得其实我也是有一点这样。就是这样的呀。好吧，我建议你出去走一走看看。这个男生你越是淡，他越有可能被你稳定住，你越是不淡，他越跑得越快，好不好？了解。曲老师想问一下，您的这个新书有电子版吗？因为我人在国外，可能不大方便买这个，因为我老早就听过您金贵的关系，但是我这个人可能没有实践到我的生活当中去，想多看几遍吧，好吧，把金贵多看几遍吧啊。好嘞，谢谢老师，拜拜，拜拜。无数的姑娘，我告诉你们，恋爱长跑啊，大概率都是这个结果。恋爱长跑是什么？恋爱长跑就是这个，除非啊，女孩子，除非是你们非常确定，你们从头到尾是不相信婚姻的，从头到尾你就是丁克一族啊。如果你跟这个男生在一起之前，你没有这么想，是吧？但是你跟这个男人在一起之后，
逐渐的你开始表达什么？注意你们说出来的每一句话啊，听见自己说出来的每一句话。你开始说我不想结婚啊，我觉得结婚无所谓啊，我觉得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谈个恋爱也很好啊。如果你跟这个男的谈着谈着，你开始逐渐的去导出这种价值观的时候，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呢，好好的审视一下你们当下的状态，是不是你能清晰的感知到对方没有那么想跟你结婚，但是你又很害怕脱离这段关系。对方没有那么想跟我结婚，可是我又很想抓住这个人，所以我开始自我洗脑，对不对？其实啊，你们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因为呢，这个男的本质上来讲，他已经不能带给你什么了。你现在所有的坚持，不过就是执念而已。他这个男的能给你提供的东西，很多人都能给你提供，很多人都能给你提供。本质上来说，他身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可替代价值。有的时候，很多姑娘啊，一想到我要跟他分开，她内心啊就开始揪成一坨。一想到我要离开这个人，她就其实放到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是什么呢？无非是每天有没有人陪你吃饭，每天有没有人陪你睡觉，你抱着的这个人是不是这个温度？就其实它落实到点上啊，就是这么个事儿。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你换个人抱，温度差不多。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们啊，本质上来讲，他身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替代的。这个才是现实。你们只要愿意出来多试一试，身体先行，你就会发现替代它太容易了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我们这3场定时定点开播，大家如果没有看到，一定是因为你们平常看的这个号出问题了啊！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走丢，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我这么明显感冒了看不出来吗？我要不是感冒了，我能这么温柔吗？啊，我那不骂天骂地的，我能这么温柔吗？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Hello， 你好。你好，曲曲，我先介绍一下自己的基本盘。我算是底层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吧。今年是25岁，自己现在是有车有房，年入100万左右。然后家里有个弟妹，自己是老大，然后没有人指点，没有人可以商量。当时在5年前呢，是软件的一个男嘉宾。他比我大13岁左右，然后刚开始的时候隐瞒我是单身，实际上是扯证不离家，中间他们还有复合。知道之后呢，我就离开他那个城市了。后面呢，他那边就是什么也不要，都非要来跟我过，后来在一起。那我个人呢，就自己做不擦边的鱼波这一块，然后呢刚开始做的时候，大概1个月是收入3W 左右，后来就是去公司发展了之后，现在1个月大概15W。中间呢，这个男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也会帮助我去提升我的认知。那他的事业呢，一直都不太好，反正干什么都不太好的那种。然后我就说，那你扶持我的话，我给你去发工资，但是也不多，我会给他介绍客户。他自己是无父母的状态。
然后他感觉他的人格底色有点偏激，有时候加上喝点8+1，他有时候会控制不住，会有情绪，我们俩争吵的时候会动手。但是我一直忍的点在于，我觉得他能帮助我的工作啊，然后提升我自己啊。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们俩在拉扯的过程中非常的内耗。他本人呢，我感觉是一个非常有点自私的、利己的一个生意男，很精明的一个人。分分合合好多次，今年彻底分开。我现在的诉求就是因为自己到年龄也考虑婚恋，想找一个差不多能结婚过日子的。但是我现在的点就是，我感觉脱离了他之后，我事业上感觉有点吃力，感觉有点特别内耗，时常感觉自己内心没有力量。以前工作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有什么事儿可以商量的时候呢，会打气啊，会有一些能量的输入。现在感觉很无力。我自己现在也有接触过另外一个年嘉宾，年入20W 左右，然后大我7岁左右。然后，但是10.5对比真的很差劲。前2天我忍不住跟上一个男嘉宾联系上的时候，他那边已经有女孩子了，然后并且他俩已经同居了。然后他跟我说，我给他20W，他立马让那个女孩子走。我想请继续去帮我分析一下。我的妈！我的妈！我声音，我会好想骂你！我操，你是不是有病啊？啊，你扶贫办的呀你？你是不是扶贫办的？找个比你大13岁的男的，现在居然还跟你说你给我20个 W， 我就跟这个女的分。他把你当冤大头，他把你当大冤种，你看不出来啊？你长期是别人的 ATM 提款机，你就经常感觉被他 PUA， 就感觉那种感觉。有毛病啊，大姐！你一年挣100个 W，你不能去找个有米一点的男的？你能不能去找个有米一点的男的？你做余波的，你怎么跟个傻白甜一样啊？我身边基本上就除了工作就是工作，没有太多就是那种你没大哥吗？基本上你没有大哥吗？有啊，有的，但基本上他们对我都是情怀，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你就在你的大哥里头找不行吗？你就在你大哥里头找不行吗？大姐，你怎么非要在搞这扶贫干什么？不是找个什么大13岁的要跟着你干的，就是找个大7岁的年入20，你是不是有毛病啊？知道了。你知道啥？你知道？你不知道？那就是这个人，就是我感觉就是分开之后，然后一切都脱节之后，我感觉就是有点适应不过来。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不要纠结这段关系了？你告诉我，这个男的跟你在一块的时候帮你干什么了？他会就是我工作当中有一些东西啊，我会找他商量啊，然后工作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会直接找他。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就是比较依赖他。比如，就是我会比较依赖他，就是工作当中，比如说我自己撑不下去的时候，或者说有情绪上工作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会问他，哎，这个事该怎么解决？那他会告诉我什么难题？你给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今天有点不想工作，然后感觉有点不太想工作的时候，或者说直播间这个大哥，这句话，或者说这是什么意思，我有时候不懂的时候会问他。就是这个男的帮着你一块去套路大哥，教你怎么把别的大哥的米往你口袋里掏，对吗？啊？说话。Hello， 说话。喂，你说。听到了吗？听到了，你说。喂，我能听到。他就会一直教我怎么做直播内容，怎么样让直播间变得更好。我告诉你啊，小姐，原来你做这个赛道之前，他是做这个赛道的吗？不是。那他凭什么能教你呢？他教你的点位是什么？就基于对人性的一些了解，基于对男人的了解呗。对。他教你出去搞别的男的米，就这种男的，你觉得他对你是真感情吗？你能不能清醒点呢？你跟我。哦，知道了。他把你当摇钱树啊，大姐。
我告诉你，你需要干什么？你一年中100来个，你去请个运营，你一年给别人20个 W，请个运营，好不好？让人家天天给你加油打气，请个专业的人。你怎么这么稀烂呢？搞的些事情。哦，知道了。你跟那些什么谈恋爱那些女的被他们男朋友送到那么夜某会里头去坐台的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的，我跟你讲，本质上是一样的。那些男的就送那些女的到那种地方去上班养活他们，你这个没有任何区别，你把脑子放清醒点啊！哦，那我知道了，那我就是不再跟他有任何的联系，脑子清醒一点。不要再找这些穷的他妈叮当响的啊！穷的叮当响的只配给你打工，只配给你干活，听得懂吗？听懂了。有问题1v1吧你。就这样啊。那就是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如果我现在要着重，就比如最后一个问题，就比如说现在如果我要是着重走婚恋市场的话，我应该怎么去选择？你先把你脑子整清白，你选择啥呀？你在什么城市啊？杭州。你在杭州，你怎么你怎么能活得这么的冰清玉洁啊？出淤泥而不染，你咋活的呀你？你怎么活的？你怎么活成真空地带了呢你？啊，你怎么活成真空地带了呀？小姐，咱们不要动不动就想找结婚对象行吗？先把脑子搞清醒，脑子不清醒，你到时候那个婚姻稀巴烂啊，最后把人家男的骗米的骗没了，你还给人数钱。哦，你现在这个脑子不适合结婚啊，不适合啊！你现在这个脑子。好的，我明白了。就这样啊。好的。妈呀，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呢？啊，出来干女主播的还有你们这号人。算了，也不稀奇。真的，我跟你们讲，有好多，真的有好多那个 YC 里头上班的女孩子。都是回去要把米给老公的，真的。那 YC 还算好的，你们知道吗？那真是从古至今都有这样的，那男的把那女的搞出来做那种乱七八糟的行业啊，然后教他怎么套路这个男的，怎么套路那个男的，是吧？然后把米往自己口袋里薅的。我的妈呀，太多了，好吓人！你们真的是啊，我这不是在直播间里面跟你们救命是怎么样啊？啊！哎，我这个药呢？哎，我每天真的是本来嗓子就哑，被你们气得肝儿疼，我真的喉咙被你们气疼了，肝儿被你们气疼了，我真是。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如果在这3个时间段没有看到我开播的宝宝，你们一定是你们关注的这个号出现问题了啊！但是我一定人是在播的，大家一定不要那个，一定不要那个脱离我们大本营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哎，我吐血了，真的是。不是啊，为什么愿意？因为那些男的说爱他呀。那个男的说爱他噻，一句爱他解决所有问题。他们的爱只出一张嘴，他还在说为什么这个男的能够抛妻弃子，是吧？啥也不要的来跟你好。这男的在认识你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吃软饭，知道吧？这男的认识你之前呢，他没开辟他这个功能，他没发现我居然还能吃这碗饭，一把年纪了是吧？比这女的还大13岁，一下子他感觉自己开天眼了呀，是吧？那二郎神，咔的，这个眼睛就开了，他才发现自己还具备这种天赋异禀。那他还跟他那个啊，还跟他那原来那个老婆好啥？对他有什么好处？他肯定不跟他好啊！而且他上你这薅了米怎么办？给他们，他本来原来就是不离家，他上你这薅的米绝逼是养他原来的那个去了呀！你以为财富搬运工吗？是不是？
我们个个都是财富搬运工，对吧？你把大哥的米往他这搬，他把你的米往他原来那个家里那搬。下一个，下一个。Hello，喂，你好，你好，你说。能听到吗？可以，你说。上次连没有连上，然后3个月一直在听您的课程，还蛮治愈我的那个，就是心理的那种抑郁的，而且也，昨天晚上熬夜把你的那个书看完了，真的是经历特别多。然后我直接照着稿子念吧，因为今天有工作。然后我现在能听到吗？可以，你说。然后，就是 A29， 29岁，颜值6至7分，属于甜美型，人缘好。B34， 4口碑差。然后 AB 君是大佬类，男嘉宾38是 AB 的领导，也是高层。B 与男嘉宾在同一公司，男主角原有3个篮球，伯乐篮，各种追求 A 1-2年时间，上头期4个半月，付出近300。A 与男嘉宾交往7个月。停，小姐，你这么念我一句都听不懂啊！咱们稍微的声音大一点，然后呢有语调一点。这 A 呀是男的女的呀 ，B 是男的女的，怎么回事？怎么男嘉宾又追 A 的干嘛呢？这是A、B 都是女的，男嘉宾是男的呀。那就是1号女嘉宾，2号女嘉宾啊，然后1号男嘉宾，咱们这么聊啊。只有一个男嘉宾，1号女嘉宾，代号刚才念的是 A， 然后2号是 B， 然后现在就用1号吧。1号女嘉宾与男嘉宾交往7个月中，基本男嘉宾满足1号的所有的需求。7个月后，男嘉宾升职换工作地，这时1号女嘉宾开始上头了。当1号去男嘉宾的工作地，然后发现了2号女嘉宾的存在，而且由于刚才讲到的，就是这种1号跟2号的差距嘛，就1号觉得特别的恶心，然后就是各种起跳，然后各种作浪。当时呢，男嘉宾想补偿1号女嘉宾，然后1号在纠结要不要跟他在一起，然后2号的逼格很低，年纪很大，有点显老，然后各种抽烟喝酒，各种玩，然后大佬无求。1号发现他存在的时候，2号刚扯了快乐证，但是1号为了保护男嘉宾，因为可能大家在一起还是有3-4年的时间吧，就是认识哈，当然在一起只有7个月，然后就默默的就是跟他的男嘉宾分手了，然后跟现在的男嘉宾在一起，然后直到发现了2号男嘉宾，1号才说出，然后就是心里那种特别特别的纠结，然后清醒的恋爱脑吧，虽然描述有点混乱哈，因为1号女嘉宾年收入在150到200之间，然后起伏比较大，因为是做什么？一些工作。做什么工作 ？Hello， 说话。Hello， 然后呢，就是现在你说1号是做什么工作？一年挣150到200。就是一些的操作吧。我听不清楚，来，你重新连一下来。妈呀，我要吐血了！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这不是1号2号的那颠来倒去的搞，咋办呢？没办法，那我们这个工作吧不容易，是不是？还得练听力。然后他讲完了，我还得中一中，再给大家翻译一遍，什么意思？再连上来一下来。你刚刚说1号是做什么工作的？一年150到200。Hello， 我听不到啊。你这网不好，小姐，切一下网好吗？已经切了。
你接着说。没事，我就听听大家骂骂我吧。不是你接着说呀，我他妈听啥呀？我都没听明白。在听你的歌。不是，你刚刚说你干啥的？1年150到200。就是做一些大苹果的一些招投标项目，然后我怕这个词语讲出来有问题。接着说。然后呢，就是1号女嘉宾只有一段恋爱经历，就是从校园到职场吧。然后在职场里面是有一个伯乐型的领导一直在带他，但是呢，一直对他非常好。当时也不敢往这方面去想，但是的确是，在这个工作期间还是有很多帮助的。你有什么问题啊？你今天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本来以为这个人是一个特别正直的吧，应该是。因为毕竟接触了那么久嘛，也没有发现，但没想到他跟公司里面的另一个女嘉宾在一起，然后那现在发现了嘛，也不正直嘛。进行的。对，既然发现了也不正直，现在有什么问题？就是心里还是有一些很纠结，怎么走出来？换一个人不就走出来了吗？还有一个就是换不了，因为就是特别执着，情感洁癖吧，应该算有毛病。那换不了，那就走不出来。你不会想改变对方吧？那不可能。清醒的恋爱脑，改变不了事。哪个地方清醒了？然后呢，我觉得哪个地方清醒了？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是清醒的。只有恋爱脑，没有清醒的，只有恋爱脑。别，这瞎评啥呢？这是。就是当时发现的时候哈，男嘉宾也想过要补偿，但是就是起跳太严重，觉得太意外了，这个事情太意外了。所有的东西都是互相了解的，但是这个事情真是太意外了，而且瞒得特别好。不是，所以呢，你要解决啥？就是他当时想补偿，然后就没要，1号没要，就觉得恶心。所以现在呢，怎么样？是不是又想要了？还是什么意思？然后因为二号莫名其妙的带球了。所以呢？所以就是心里很难受。难受呢？你不会跟我来说你难受吧？那我解决不了了，那我只能听了。我把你10分钟听完，好吧？我一句话别说。后悔了，这个补偿怎么要的？直接上门呢？那还有怎么要呢？直接去搞他就完了呀。拉黑了的，就是我已经把他拉黑了，然后不联系。你再把他找回来不就完了吗？找他呀。他是有纠缠了2个月。找他呀，找他要啊。如果时间到了，我的确不是很敢连线哈。就大家可能，这个经历很少，就是有些切片里面骂的吧，就是工作还是比较。来，小姐你别说了，你这个事儿，来，我给你捋，你别说话了。紧张有点那个，你别说话了，你别说话了，我跟你说，你别说话了啊！你时间不够了，你下去1v1，我跟你说3分钟时间，我跟你说完。你不过就是被骗了嘛？你以为这个男的是一个很忠诚、很正直、很1、2、3、4、5，好。你认识3年，你以为他是这样的人，但实际上他不是，对不对？因为呢，你跟他在一起了之后，发现其实他有其他的女嘉宾。别管这个女嘉宾是老啊还是不好看，这都跟你无关。重点是这个男的其实是有其他长期稳定的女嘉宾的，而且现在这个女嘉宾也带球了。带球了说明什么？说明他们2个人是长期稳定绑定的关系。那么这个1号其实是说白了啊，是一个第三者。1号其实是个第三者。只是被这个男骗了而已，仅此而已。但这个男的但是骗子呢很多，这个社会上到处都是啊。被骗了你就只能认栽。如果说这个男的说愿意给补偿，你能够要，你就直接上门去要；如果要不到，你就自己认栽。那唯一能走出来的方式只有一个，就是你再去找其他的男的。你如果一直跟这个男的耗，你是永远都走不出来的，因为你的段位太低了，而且呢，这个男的呢。他手拿把掐，相当于是你段位又低，你又动情，这个男的呢又没动什么情。说白了，他只不过就是个多偶男，他只不过就是一个需要女人去帮他拓版图的多偶男。我们讲多偶男有很多种，这一类呢就是他找的女的呢，要不就是能给他带资源的，要不就是能帮他干活的，知道吧？要不就是自己有能力的。总而言之，
他不管这个女的长得好不好看，也不管这个女的年纪大小，他只需要管一件事儿，就是这个女的能不能给我带来实际价值，这个女的能不能被我用，这个是他关注的。只要这个女的能被我用，能帮我拓江山，能帮我拓版图，那么我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女的搞带球。因为只要这个女的带球了，反正我找的都是恋爱脑，只要这个女的带球了，那么她就被动的长期被我持有了，她就只能忠诚的替我干活，死心塌地的替我卖命。这个是这一类的多有男，他们都是走这个路子的，明白吧？所以说你无形当中如果说1号进入到了这样的关系，那么我是建议呢及时止损，及时离场，不要跟烂人烂事做纠缠，能要到赔偿就要不到赔偿也及时离场，否则的话你就会无穷无尽的陷入到跟这个男的的纠缠当中，最终还是会沦为帮这个男人打江山的一匹马。如果你想获得这样的结果，那你就去纠缠，如果你不想获得这样的结果，尽早止损离场。谢谢，我表达的那么乱，你还能听懂？我都能听懂，就是声音有点抖那个还好。没事，好，有问题你就下去1v1好不好？你的问题，如果你的心结下去1v1，好不好？谢谢，好，拜拜。好。所以我说，我们第一个环节是练听力，第二个环节是中译中，是不是？是不是第二个环节中译中？因为好多人，他们都讲不清楚。知道吧？都讲不清楚自己，因为他情绪太复杂了，所以说他没有办法非常清晰的阐述他这个1、2、3、4、5，而且尤其要告诉你们，我跟你们讲了的，他这一类女生是什么呢？他们这一类女生是最容易被这种所谓的我跟你讲，这种多有男靠女人拓版图，靠女人打江山的多有男，他跟什么之间是一线之隔？他跟哪一类人之间是一线之隔？你们知道吗？一线之隔，他跟猪猪盘。我告诉你们，不是嘎子，不是不是嘎子，嘎子太低端了，嘎子太 low 了。我告诉你们，这种靠女人拓江山的男人跟猪猪盘之间是一线之隔，他们跟猪猪盘铆定的目标客群是一个客群，是完全重复雷同的人物画像，明白吗？就是说为什么呢？这一类女性她们有什么特征？来，我们大家听我跟你们讲，然后你们观察一下自己，这一类容易被猪猪盘盯上的女性有什么特征？第一特征，大龄单身第二特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经济独立。第三特征，对男人对爱情一直有着极为美好（括弧不切实际的憧憬）。这3大特征如果集结在一个女性身上，那么你就是猪猪盘的首选，同时也是这一类靠女人拓江山的多偶男的首选。这个猪猪盘跟靠女人拓江山的男人本质之间，它的差别是什么？就是有没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项目做落地，明白吗？有没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项目做落地，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区别。靠女人拓江山的男人，他们是在真实的项目当中拿结果的。这个女的能帮我拿项目，那个女的是律师，能帮我打官司，那个女的是会计师，她能帮我走账，懂了吗？她自己是有她自己的项目盘，是有她自己的母盘的。这些人都是基于她的这个东西，
然后慢慢的帮他去发展去裂变。猪猪盘的本质是什么呢？没有具体项目，它的项目本身就是个骗你，就是个圈套嘛。它的项目本身就是圈套，明白吗？没有这个实际的地方，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产业，它是捏造的一个故事，然后让你干嘛？让你给他掏米，对吧？所以说这两类男人呢，这两类猪猪盘跟靠女人拓江山的男人呢，这两者是什么呢？这个猪猪盘呢，他只求米，明白吧？只要米，因为他没有具体的项目需要去落实，所以他找这一类大龄单身对爱情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的经济独立的女性，他只会让你给他米投，我要让你投这，我要让你投那，我带着你挣米，是吧？我带着你发家致富，让你投米。那么靠女人拓江山的男人呢，他可能不是要你的米，他是要你能力，要你的资源，他要把你这个人为他所用，懂了吧？大家一定啊，我跟大家讲，女人呐，无论任何年纪，千万要打碎对于爱情的滤镜，我们要用最现实的、最接地气的方式去理解爱情，明白吗？本质其实就是一种交换，本质就是一种价值互换。不要对这个东西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我跟你们讲啊，人呐，如果你花出去的钱是有数的钱，你不会难受，明白吗？你动的感情是可控的感情，你不会难受。什么时候你会难受？你花出去的钱是无数的钱，是你没有预计的钱，你就很难受。你说我今天出去找个嘎子，我给他花10个 W， 我难受吗？我不难受啊，我这是消费呀。可是我今天是被一个猪猪盘骗了，他骗了我100个 W， 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以为他能给我200个 W， 我难不难受？我就难受了，对吧？因为我投出去的这个钱，我以为是要回来的，我以为甚至是要赚的，我就很痛苦，我就很难受。动感情是一样的，我们要动我们可控的感情。我知道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本质是交换，对吧？我知道是基于你为我提供什么，我为你提供什么，那么我们就不会无度的去信任别人，我们也不会无度的去投入自己。那么当任何的意外发生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男的还有别的女的，我懂了，我能给他提供 A 价值，别的女的能给他提供 B 价值，我有多难受呢？我也就难受那么一点点吧，是不是？这个男的劈叉了我有多难受呢？他在我这寻求了生育价值，他上别的女人那儿寻求情绪价值去了，明白吗？真正的难受是在哪儿啊？我以为你对我是没有底线的爱，我以为你对我会有无限的忠诚，但是你劈叉了。我们两个人是从学生时期开始，从0到1，从无到有。你是我这辈子唯一的男人，我以为我也会是你这辈子唯一的女人。然后我发现他妈的 PC 诚信，手机一翻全是小视频，我崩不崩溃？我是不是就很崩溃？对吧？所以说我是建议所有的女生，我们要去爱真实的人，去跟现实中的人谈恋爱，去切磋，不要去寻求脑海里的那个白马王子，你寻求来的全是那个猪猪盘啊，好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
我们每周都是这3场定时定点开播啊！大家如果没有找到我，是因为这个号被封了，好不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来，下一个来。对，嗓子哑了，嗓子是哑的，所以今天会比较累啊。Hello， 你好。你好。No， 说话。来下一个。觉得很喜欢我这个病秧了的样子是吧？很温柔，感觉可以拿捏我了是吧？我一样可以一针见血，我一样可以骂人不带脏字儿。你好，曲曲，有听到吗？哎，你说。曲曲你好，我今天想咨询情感问题。我的主要诉求是希望你能帮缓解一下我的抑郁情绪。然后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盘。我今年30岁，和男嘉宾是1v1的正常男女朋友关系，然后在一起有10年了。然后他是那种爹系男友，同时也是伯乐男，各个方面都很好。他的年薪有60万，但是他工作比较忙，他是属于那种高级打工人的类型。然后我的话呢，因为他带我入这个行业的，然后我的年薪是20万。然后由于去年失业被裁员了，然后1年没有工作，现在都是他在养着我。然后我的原生家庭是属于比较稀巴烂的，然后这一些年呢，男朋友给我实现了买车买房的阶级跨越吧。然后我们本身很早就要结婚了，在第3年的时候，因为他10点半跟我的频率很少，大概就1个月1次吧。然后到后面第7年的时候，逐渐变成了半年才1次。然后他是属于那种他的工作已经耗费了他全部的心力，不是说他外面有人了，是我也有查过他的手机，然后什么都没有。然后从第7年开始呢，我就逐渐有一点抑郁情绪了，然后可能在10点半这方面就得不到满足吧。然后前面也说我失业了。然后我失业回家了一段时间，然后就遇到了我的2号男嘉宾。然后2号男嘉宾呢，他认识我，然后也是因为有共同的朋友嘛，然后他也是知道我有一个相处很久的男朋友，然后他也追求我，然后我就很坦诚的跟他说，我不可能跟他结婚的。然后我也是想解决一下我这10点半的问题，然后我就跟他10点半了。然后刚开始呢，我是图着他10点半去的，然后逐渐图着就开始变成图感情了。然后他对我的付出呢，就几乎是没有的，然后可能就七夕的时候发了个520的红包吧。然后他是属于那种经济条件很低的，可能就月薪就是3000多1个月，然后他的认知各个方面都很低，就跟我就有时候都聊不到一起去吧。然后相处半年之后呢，然后我又怕耽误他，然后我就说那你可以去找别的女生，然后他就说他现在有在追求别的女生。然后那他说了之后，那我就后撤了，然后我就不回复他的信息了，但是他还是每天都找我，然后期间呢就各种稀巴烂的骗我啊，就隐瞒啊。然后其实我就是希望他能坦诚一点，就是追就是在追，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然后就为了查他这件事情呢，我还一直抢他的手机来看，就是2个人就造成了很不舒适的一段拉扯的时间。然后我以前呢是他触达不到的收入高度和美貌高度。和美貌高度。然后但是有一次我问他，我说你觉得是我漂亮还是他漂亮？然后我知道这个问题是听了你的直播之后，我知道这种问题我不该问。然后他就说他比较漂亮。然后在9月底的时候自取其辱。然后因为对，因为被他这样来
就是很拉扯，然后我的内耗太严重了，然后我就上头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要么分手了跟你在一起，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就说他不要，然后到10月份的时候，前一天他还在找我，然后要亲亲啊什么样，后一天他直接朋友圈就官宣了，然后我发现那个女生既不是他要追求的那个漂亮女生，是另外一个我之前没有在他手机上看到的另外一个女生，就很快的就确认了关系。然后就是在9月底的时候，然后我在他脖子上面还看到了一个草莓，然后他还不承认，然后就无缝衔接了。然后我是希望曲曲能骂醒我吧，就我已经知道我就跟他的关系了，就已经很稀巴烂了，然后就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内耗和怀疑。然后前段时间我就查了一下，然后我还重度抑郁了，然后我把我的那个截图我还发了一次给他，然后就是他有女朋友之后呢，然后我发那种很漂亮的朋友圈呢，然后他还在下面回那种很暧昧带有插暗示的那种评论，就希望还能跟我发生点什么。你不也很希望能跟他发生什么吗？咋叫他单方面希望跟你发生点什么？你不也希望跟他发生吗？你们俩不就是 PY 吗？ PY 是用来干嘛的呀？ PY 不就是用来搞这事儿的吗？怎么着呢？ PY 难道怎么着？ PY 的意思是他有女朋友他就不 PY 了？那你就不叫 PY 了呀。我有一点就是洁癖吧，就是不想说。你不会吧，姑娘？你不会指望你的 PY 对你忠诚吧？小姐，如果 PY 要对你忠诚，只有一种可能性，你知道是什么可能性吗？就是你养他。我养不起他。哎，说得好。人家大佬要求他的金丝雀忠诚，大佬1、2、3、4、5、6、7，对不对？哎，7个房，每个人都要忠诚，明白吗？要求你的 PY 忠诚，这个他是要有实力的，小姐。你不会吧？年入20就做这种梦了啊？咱们多少有点自不量力了，是不是？因为我就是情感经历也比较少嘛，我只谈过2段恋爱，就是我男朋友跟他。那又怎么样呢？对吧？你总得明白吧？你也是有，对吧？你也是有嘉宾的人，你又不是个单身，人家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大家就是这么个情况。你自己把自己盘上头了，这个叫什么呢？这在我的这个价值观框架里头叫做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出来玩都是要有2把刷子的。如果说我出去玩，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内心，说明什么？说明我没有出去玩的资格，对不对？就好像我现在说你的，你第一，你没有出来玩的资格，因为你会动情，你就没有出来玩的资格。第二，你还有一个没有资格，就是你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忠诚，因为你没有钱，懂吗？又不会，就是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又没有那么十足的财富，那你玩啥呢？你回去种菜呗，你玩什么呢？啊？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要不要跟1号男嘉宾进入围城？就是他的确是人品啊、责任心。你赶紧进吧，小姐，你再不进围城，你把1号男嘉宾再玩完了，你真的要去找个你月入3000的男的结婚了，你到时候有的你死，我告诉你。但是他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他那方面就是不太。我告诉你，可以。这个呢，咱们在直播间里也不好跟你讲，对吧？这个就是不是很道德不是很道德。但是呢，我不允许你这样做啊！但是我得告诉你，我不允许你这样做。但这个事儿是怎么个事儿？玩多了就习惯了。但是我没有让你这样做啊，我不是让你这样做啊，我只告诉你啊，玩多了就习惯了。什么意思？
弟都骂，然后在我这里笑得这么开心。因为你很搞笑啊。因为你很搞笑，我没有什么要骂你的。我告诉你这个世界的真相了，是不是？哎，玩多了就习惯了，好不好？那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应该怎么缓解我的抑郁情绪呢？我告诉你了呀，一个多字解决所有问题，啊，懂吗？量变引发质变啊。那我现在还是上软件比他帅的多的是，比他年轻的，比他帅的，身材好的，想出来啊，找个小姐姐，搞个什么一次性的多的是，好不好？咱们就不在直播间里说了啊。好的，好，就这样，拜拜。我说了，我没让你们这么干啊，我不是在让大家这么干，我只是在陈述事实，好不好？啊，我没让他这么干，我说了不许这么干，听到没啊？不许这么干啊！这个世界上有我一个不道德的就够了，好吧？一个有道德的人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如果找不到我们直播间啊，怕我们直播间走丢的宝宝们，一定要到我们的大本营首页粉丝群，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不是，我跟你们讲啊，这有洁癖，这话说出来那么搞笑，知道吧？我说了的，有些病那叫富贵病，是不是？你没钱，你别跟我聊这，对吧？那你要是遇到个有洁癖的男的，他就会跟你说，从第一天开始他就会告诉你，那你跟别的男的，那我绝不可能，对不对？是不是？你找这个男的就是个没洁癖的男的，你跟我聊什么有洁癖呢？你这聊的哪门子的东西啊？聊到太平洋去了都，好不好？你们啊，先挣他一个小目标，好不好？先挣他一个小目标。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权益，它都叫付费权益，懂吗？哎，付点费开蓝光，是吧？付点费跳广告，付点费把片头片尾给你跳了，对不对？你就跟我聊这，是不是？哎，你要付费权益，你就要费用付出来。你没有这个费用，你跟我聊什么付费权益呢？啊，对不对？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你好啊，Hello，主持人，哎，能听到吗？你说，你说，好，我先简短一下说一下我的情况，然后今天我是有一个具体的事情想要咨询，我的年龄是26岁，然后现在是我的专业是艺术领域的，然后在国内某一个艺术院校读研究生，然后明年毕业，颜值是7到8分，然后家庭背景比较普通，所以一直以来也比较就是很少的依赖家里，大部分收入也都是通过就是上了大学之后，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正规渠道获得的，然后一路走来也比较辛苦，然后呢，6年前在一次饭局上认识了一个大佬，然后他年龄是比我大18岁，然后我对他印象还算不错，然后我觉得他素质比较高，就比较愿意保持联系。但是即便是这样呢，跟他认识的起初2年联系比较少，仅仅是1年可能就有2、3次吧，会跟他参加饭局，然后他会给一个大几 K 的红包。然后他目前是长居在超一线城市，然后我也是在这里读书。然后据我所知，他是做基金行业的，然后有一个蓝娃，然后也是已经扯了快乐证的。然后前年的时候，他说身边缺一个比较靠谱精干的男助理，我还介绍了家里的一个亲戚到他公司去工作。然后在这之前，我都完全没有想过任何跟他有什么故事。然后去年年底，
一次饭局，他请我陪他参加，然后饭局结束之后呢，他就透露跟我确定一段关系的想法，具体是说他想让我就是陪他一段时间，他愿意给我解决房子和车子，或者说给我1000个。然后我当时内心觉得他可能只是说一说，然后而且那会儿还不是很能接受这种形式的帮助，所以我就委婉拒绝了。然后今年的也就前一段时间吧，因为过节的原因，然后我就问候了他一下，然后就又产生了联系，他就约我单独吃饭，然后这次他就比较明确的表示他是想认真的跟我相处，然后也是想在生活和工作上给我提供一些帮助吧，然后具体也是说的那个数字，然后就是说当下就要转给我，然后就说是可以先相处，然后不合适都没有关系，然后也强调说因为我家里亲戚在他身边当助理的原因呢，他在这半年之内会保密，跟我就是不要造成我精神上的负担。然后当时我在饭桌上很难做出这个决定，然后我就迂回给自己争取了时间，然后他也表示可以等我考虑一下。后来他就隔三差五问我考虑的怎么样，然后也想再约我见面，然后但是很不巧就是那段时间真的课也比较忙，我就没有赴约。然后他又以文字的形式表示他的心意，说虽然这么多年就是联系不频繁，但是内心真的很欣赏我，就是真的是想从现实方面照顾照顾我，然后看起来很诚恳。然后后来我就又跟他见了一次面，这一次聊天呢，其实也是这次聊天我才清楚他是扯了快乐症的，之前我不确定，这个可能也是我心里的一个很大的顾虑吧。然后呢，现在我就考虑到确实我也需要这个帮助，但是我的顾虑就是这个1000米这个事儿，因为他前期确实没有太多实质性的付出，所以我就觉得我需要考虑的周全一些。然后刚好他这2天出去出差了，然后我就说等他这周回来之后给他一个答复。然后我的问题是，如果我同意的话，就是这笔米肯定是要在10点半之前我就要落实好的。然后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就是如果说他会有推辞的行为的话，我是立刻就做出不同意的动作，还是怎么样？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直接说了你说什么？发账号。你不要墨迹。你再说一遍。发账号。就是给他是吗？对呀。那给谁呢？给我。不是。明白。就是如果说他有推辞的行为，我就立刻说，不是，你直接就直接把账号先发给他，知道吗？你都不需要走这么多的流程，就是我考虑好了，然后呢，这个是我的账号，你就看他，你看他转就完了，知道吧？他转完了，就是这个事情我不需要在见面说，对吧？对，我就是线上就可以。对，明白了。你就打个电话就能说了。你说我也考虑好了，你说那这个事情的话，你说我必须要你给我承诺东西先落实到位，然后你就给他发个账号，他转了以后，然后你跟他2个人在一块的时候，你就直接带一份赠与协议过去。就这样。明白了。然后就是其实我的第2个问题可能你已经帮我回答了。我第2个问题就是有什么风险，需要什么注意的。对，就是说我明白，我清楚了。就是但是可能因为之前我在他面前的形象也是一个比较清冷的性格吧，然后就是就是还是想在他这里维护一个比较好的形象。只要不能做到，你不就自动退回吗？就不能做到的情况下，你说那就没有关系，你说那我还是把这个米退给你，就好了。明白了。你还是还原嘛，归位嘛。我就是怕这个协议这个行为会不会让他觉得突然下头，或者会觉得很现实的。他不愿意，我就把米退回去，不存在下头，对不对？明白了。对吧？大家就归位嘛。清楚了。然后如果说一切进行的也比较顺利之后，就是真的在一起之后，我需不需要调整一些自己的心态？就是可能现在的心态就是还是没有那么的自洽，因为我这个确实对我来说不是一笔小的数目吧，就是生活上肯定会有很大的改观。然后我也在想之后
就是他给我落实了这笔米的情况下，我之后还要有意识的引导付出吗？还是说就真心换真心这个样子？我觉得不需要特别的去引导，因为这个男的如果他真的能这么做，我听下来啊，这个男的应该还是蛮有诚意的。如果他真的能这么做的话，其实他甚至之前还说了一个小插曲，他说那个因为他说想要助理这个事情，其实不是他的本意，他就是当时这个想让就是我介绍家里亲戚去他身边工作，其实是想跟我就是有近一点关系的联系，他是这样说的。这不重要，你就听我说，他这个人总体他的整个就是说话的风格，做事情的风格，虽然他现在米还没转，但是我听下来，这个人他还是很拎得清的一个人。像这样的人的话呢，你不要刻意的去什么引导付出，因为1000个啊，也算是能够怎么着，人家买断你个1-2年问题不大吧？那么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呢，就不要再怎么去开口的话，就会显得自己很 low。明白。后面的话最好是寻求一些，因为这个男的应该是伯乐男，他大概率是伯乐男。伯乐男的话呢，去寻求事业上的帮助就好了。明白。因为我之前比较顾虑，就是他们在前期没有实质性的行为，人家只要这你就认这一件事儿嘛，就这一件事定生死，还不你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糊的呢？没有糊的点呢，一件事定生死完了。您觉得就是关于协议这个怎么开口比较柔和一些？不用，直接带过去，见面的时候就带过去。你说我还是带了一份协议过来。你说这个，因为你说可能你会觉得有点不舒服，但是你说就算有一天，你说退一万步说，你说就算有一天你要跟我结婚，你说我相信你也会跟我签一个婚前协议，对吧？明白。好的，好的，曲曲老师。应该暂时没有什么别的问题了，就是我再回想一下。还有问题吗？还有一点就是，可能，一个小的顾虑，就是因为我的身份信息他比较清楚嘛，然后家庭背景他也都了解，但是他的成分我没有了解的那么深刻，我就怕后期会有什么，就是风险呀，或者说需要规避什么吗？不要说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啊，不要说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好不好？你怕他哪一天得心脏病发了，跟你吃着饭的嗝屁了，别说这些没用的话啊，就把眼前能看得明白的事看明白就行了。好的，明白了。好，谢谢曲老师。你们总是跟我哎，万一他有一天不喜欢我了怎么办？你咋不想想，万一有一天你不喜欢他了咋办呢？是不是？万一有一天他被抓了咋办？你们这没那么多万一，好不好？我们不可能，我们不要去预设问题，我们要预见问题，解决问题，不预设问题，好不好？有些女孩这特别烦人的，我跟你们讲，我在做咨询的时候最烦的一种，就是我教她怎么回，我教她一条信息怎么回，她会问我，那她如果这样回我，我再怎么回呢？就是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我教他这个信息怎么回，他问我，那如果这个男的到时候这么回我，我怎么说呢？我要跟他，你说我要跟你预设10000种方案吗？路不是走出来的吗？对不对？这种客户我就服务不了，因为他每个问题他都会这样，最后我们这种客户我们就崩溃，知道吧？我们整个就是大崩溃。我服务他一个人，我要内耗，我就能服务100个人，就是这样，非常非常之痛苦。所以大家就是不要预设问题，知道吧？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当下再看怎么解决，怎么调整就好了。起码你能忘了个边儿吧？你连边儿都忘不着的东西，那有什么好纠结的呢？人家能1000个 W 到位，你就不要思考那么多，对不对？而且我告诉你们，还有一个点叫做什么？不知者无罪。有的时候啊，不要那么有探索欲，真的不要那么有好奇心，不要那么有探索欲。有些事儿你最好是不知道的好，干嘛非要知道呢？对不对？
来到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如果说在这个时间段没有看到我开播，一定是因为这个号出问题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啊。有这样的大佬的，为什么呢？这种大佬属于想的非常明白的。我跟你讲个很简单的比方啊，比如说他现在他已经60岁了，比如啊，他60岁了，他会去想，他能够去享受这种跟女人之间的温存的，还有多少年的时光，他会去算这个账。有些人他是想的非常明白的，比如说他现在手上如果净资产几十个亿，净资产啊，他手上如果净资产几十个亿的情况下，他剩下的这个光阴里边，他能不能算一笔账，说我未来剩下的光阴里，我在女人身上花10个亿，可不可以？在我临终之前，我在女人身上花10个亿，我能不能花？我能不能花？我一年花1000万，我能花多久啊？我一年花1000万，我10年才1个多亿，懂不懂啊？一年花1000万，我10年才1亿2，我10年也才1个多亿啊，1个亿啊，对吧？他未来还剩几个10年？他算这个账啊。我可能20年、30年也就3个亿的事儿。当他自己净资产达到几十个亿的时候，想得特别通透的人，他会这么想问题的。但是有些人是那抠能抠到死，对吧？我跟大家说过了的，大方跟抠，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问题，它是一种生活理念的问题。抠的人越有越抠，大方的人越有越大方。大方的人他就是习惯性的，他就觉得只要你给了我什么服务体验，我就愿意给你多少米，对不对？当他愿意在开启一段关系之前，他就能够给你拿1000，他很有可能对你这个关系定义就是1个歪，他很有可能对你这个关系定义就是我就愿意拿1-2个亿出来干这个事儿，反正我未来几十年我钱也花不掉，他就是这么想的呀。那你们看，还有那种就是以前有一个是中国第一个买法拉利的那个人吧，是吧？那个叫什么那个男的，他不就是照顾一个年纪很大的一个女的，是吧？他跟一个年纪很大的一个女的，然后跟别人在一起，最后别人临终把所有的遗产给他了，不是一样的吗？反正你最后都带不走。那个女的她好像还没有子嗣，是吧？李春平，对，李春平吧，是不是？那个女的可能是她自己没有后代嘛，对不对？那她就不可能说只规划一部分出来，因为她最后反正都是带不走，那最后不就给你了吗？对吧？来下一个来，下一个。这种呢没多少，但是总能有人遇到。我告诉你，总能有人遇到。我跟你说，我年纪大了以后，我就会是这种，我就会是这种女大佬。我告诉你们，我绝逼就是这种人。我就算的明明白白，我一年要给这男的花多少钱，我觉得是这样的。Hello， 你好。Hello， 曲曲，好开心啊！我今天来连麦，首先主打一个给你充分的情绪价值。你就像你的书名一样，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像一束光，照亮我前进的方向。我很多次，我情绪上头的那一刻，我一想到你的直播，还有你的切片，还有你的金贵的关系，很多的话，我一想到你，我的内心就会变得无比的坚定。你是我的力量，是我前进的动力，也是我们女性之光。你给我写信了是吗？在我有生之年遇到你，真的是你是我遇到最有智慧的女性。
我现在知道了，我的发心要感恩，就一定能够收获。我感恩自己的命运之神，让我遇见了你，遇见了蛐蛐，更感谢蛐蛐把自己的团队打理得井井有条，让我可以遇到团队中的赫本老师。赫本老师真的很厉害，他让我拿到了一个巨大的结果。在赫本老师的帮助下，他给了我巨大的能量和自信，他让我觉得我是值得的，让我确定我的能量。我现在也有了极强的生命力，很开心，很激动。我今天真的是有点小紧张，我的感谢是无法言表的。赫本老师得一票。我看到你的团队是这么刘波一，我也想见贤思齐，想咨询一下蛐蛐关于事业的一个问题。我今年24岁，本科毕业，创业前呢我是模特，年入30到40个 W。我的男朋友大我14岁，他扯过一次快乐症，然后带着8岁的粉球。现在是我们3个是住在一起的，然后还没有在一起之前，他是年入200到300个 W。我们现在在一起2年的时间，他在这2年时间也是身价翻了3倍，现在年入1000到1500，有可能明年是2000这个样子。我在他的赞助下创业，做了一个女装的一个项目，某宝的一个店铺，这几个月已经开始盈利了。然后我的小团队呢，也是在他的公司里面，现在能取得现在的一个结果，有很大部分的一个原因是团队里面所有人的努力。我能清晰的感知到自己的业务水平啊，自己的管理能力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的。我想趁着现在年轻，多发展一下自己事业。然后现在一个业务嘛，已经实现了一个 1.0 的落地了，我想稳步的做到 2.0 3.0。 请问一下蛐蛐，我有3个问题：一，我如何在他的公司里面维系一下各个管理层的关系？然后2是同时我如何去管理我自己小团队里面的成员？3，我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是什么样的吗？你们这到底是做啥业务啊？我是做女装。我跟你说，维系关系啊，在我看来就2个字儿：大方。大方，是的，我也是很大方的人，我跟你一样，我很多观念都是跟你一样。对啊，不需要那么复杂呀，大方就好了呀。好的，那我继续我的大方。对啊，你有什么细的问题吗？你问的问题都太框架了。就比如说是咱们的这个进展比较慢，就是发展的比较慢。我的这个店铺，如果说你想要从100万啊做到200万，200万做300万，这个过程会比较漫长一点。那我能够去矩阵思维吗？就比如说做多一个一样的，然后再做多一个，盈利的时候再做多一个，这样子继续做，这样矩阵吗？还是说我再做一个另外的一个赛道，用同样的方式做另外一个赛道再来一次？哪一个起步成本比较低？好，哪一个成本比较低？对，我思考一下。你就做哪一个，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只要是成本可控，都可以尝试。因为最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或者说做什么更好，它是要在数据当中得结论。数据，好的。我是做矩阵，复制我现在的产品来得更快，还是去再拓一个品，用同样的消费群体再去拓一个品来得更快？它是要在结果当中看数据得答案的。好的，数据。那还有别的一些建议吗？我今天好紧张啊！我看到你，我好想赶紧拿到巨大的结果，进闺蜜圈跟你见面。可以呀，可以进闺蜜圈。你听我讲，你的问题都有点大。我只能跟你说一些大的思路，但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多地方，如果说你们去上商学或者干嘛的话，应该都会有相关这方面的一些认知。就是说，其实做生意无非就是要不就是往宽了拓，要不就是往深了拓。好的。你要把任何的东西做大，要不就是那从我的经验来看啊，从我的经验上看，那我给你我的经验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几个数据，几个数据上的点位，它能决定你这个盘最后能出的这个结果有多大。第一个数据叫流量，能量，流量。
流量啊，流量，对的，我们的流量就是比较少，比较少。那么首先第一个点，我怎么让更多人看见我，这个叫流量，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叫转化率，就是我能让多少，对，我能让多少客户看到我了之后消费，这个叫转化率，对吧？就是你首先关注流量，然后关注转化率。第三个关注什么？第三个关注复购。在转化率高的前提下，怎么保障复购呢？复购有2个方面组成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交付的满意度，就是你所有做的这个交付啊，客户很满意，它就容易产生复购，对吧？第二个东西产生复购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对于客户的后续维护、回访产生复购，就是你无非就是这几个链路，的事儿。如果说我跟你说的这几个数据，你肯定是环环都掉链子的。当你的业务量起不来的时候，它一定是每一个环节都掉链子，就是每一个环节它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你把每一个环节的提升空间提起来了，它最后业务自然它量级起来了。好的，老师，我基本都懂了。老师，你建议我去上一个就是 MBA 一样的课吗？可以啊，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是吧，手上有一定的闲散的钱，然后也觉得自己现在在做业务的过程当中，确确实实需要更加系统性的知识，当然可以啊。好的，我就觉得我的好多的精力都没有用完，就是我可能，我可不可以就是把我部分的精力拿来去考一些证啊、CPA 啊，或者说一些法律，咨询那些证啊之类的。No， 你现在一定是，妈呀！你让我现在跟你讲话，感觉像我在跟 Amber 在讲话，感觉我在跟我们我们员工在讲话一样。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一个阶段呢，有一个阶段的重点，知道吗？在你当下这个阶段，是围绕着你现阶段经营的这个业务，你每一个动作必须强挂钩你的业务变现。你不要做一些跟你现在的业务变现不强挂钩的动作，这些动作什么时候都做都可以，未来可以再做，知道吗？现在你所有的动作，我所有的学习，我要有方向的去学习，我要有目标的去学习。我的目标，我的方向在于把我现阶段的这个业务盘做大。好的。你现在去考法律干什么？你去考那玩意儿干什么？你就是想让自己提升一下，主打一个提升往哪方面提升？怎么搞流量我可不可以学？怎么提高转化率我可不可以学？怎么做销售我可不可以学？怎么做复购我可不可以学？怎么做客群维稳我能不能学？我能学的事情有这么多，为什么我要去学法律呢？你这学哪头去了？你这。好的。还有问题吗？那我今天就没有了，谢谢。好，谢谢你，曲曲老师。好，加油啊！我会继续1v1的。好的，好，拜拜。拜拜。我不愿意在平台上跟你们讲这些，我不想跟你们讲这些，我生怕你们不停的把我往那个商业 IP 上面带。我不愿意跟你们讲这些，你知道吧？我跟你们讲这些，回头越来越多人来问商业问题，好烦啊！我不想把我的9阴真经都分享给你们，我就想一个人练功，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大家如果在这个3个时间段没有看到我开播的，一定是因为你们关注的这个号出障碍了。那么大家一定不要走丢啊，一定要到我们的大本营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啊。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Hello， 你好。你说。
就是我是做主播的，然后对方是直播认识的，然后我们第一次见的时候他没有付出很多，但是也没有发生什么，就他有点动手动脚的，然后我就说慢慢来，然后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付出了4个，然后说要养我，让我别播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接他的话吧，然后但是那天就喝了点酒发生了。那你可以关麦了，咱这个问题没有了，这还有什么问题呢？结束了，这就。但他后面就是他又找我，就是我们微信基本上就不怎么聊天。他后面找我，然后刚好碰巧那个时候我生日，他又给我付出了6个。然后呢？然后后面就他过程也有一直去给别的主播刷礼物，但是就他有需求的时候，他就会找我，然后又来给我继续刷。所以呢？问题？我在想怎么样可以在他身上搞得更多。不理他不就完了吗？就一直不理他。对呀，不理他呀，对不对？他给你刷你就理他，不给你刷你就不理他，简不简单？那他说要养的这个呢？你觉得他说的东西会落实吗？他说的是真心话吗？好，小姐，我跟你多聊2句啊，因为我们直播间里啊，像你们这样的小主播太多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你的价值是什么？我懂了。你懂了什么？你回答我呀！不是，你必须要说出来，你必须要回答，你不回答你就没懂。你的价值是什么？做主播的光环吗？光环是一种价值，还有什么价值呢？年轻。年轻还有吗？没了吧？我问你，你直播间里有几个人？平常10来个吧。10来个人。那我问你，你觉得10来个人的直播间算光环吗？算不算？不算啊，算不上什么光环吧，是吧？顶多算是一个你可以展示自己的平台。你能够为这些男人提供的最大价值，包括你刚刚说的年轻，是吧？都是什么呢？它归于一个大类，它都是跟10点半相关的价值。年轻啊，漂亮啊，对吧？是不是这个道理？它是不是就是跟10点半相关的价值？对吧？所以当你在这个男的还没怎么着的时候，你已经把这重价值给予出去的时候，你还有什么持续供给价值的能力吗？我今天跟你讲这个话，我一定要跟你讲，为什么？因为你未来还会遇到很多类似的事儿，你得懂得这个里面的道理，知道吧？不是说纠结于这个人，首先你要明白这个里头底层逻辑是什么。当你把10点半交付出去的时候，我还有没有后续可提供的持续性价值？你回答我有没有？没有。好，那么目前啊，未来我们可以去提升我其他的价值，对吧？我可以慢慢的去把我的价值做得越来越足，越来越充分。但是这个是需要时间的。那现阶段我能有的是不是就是这个10点半的价值，对吗？那如果我想要一个大哥给我付出，他什么逻辑呢？是不是我要拿我最重要的这种价值去钓他？是不是这个逻辑？对吗？因为我现在只有这个，如果我把我最重要的这个价值给出去了，他还会不会持续的有付出的动能？不会。对，所以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拉长前面的相处时长，在前面的这个周期里头，不断的让他觉得他可以拿到这重价值，对不对？让他觉得他可以拿到我这重价值，但是我又没有给他这重价值，所以他只能不断的通过在你的直播间来刷存在感。你仿佛是在给他一个血条，明白吗？我们给他的不是最终这个价值，我们给到他的是他以为的进度条。懂了吧？哎，只有这样，很有可能在最后你10点半交付的这一瞬间，很有可能他也不想跟你怎么着了，但是你不会前面拿了这么点3瓜2枣就玩完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千万不要抱着一个哎呀我不跟这个大哥见面，我不跟这个大哥怎么着他就跑了的心态。为什么？因为你跟不跟他见面他都会跑，他会跑的本质是在于你没有持续供给价值的能力，所以他怎么都会跑，我们只是为了让他晚点跑，明白了吗？还有问题吗？没有。好，拜拜。这个清晰了吗？我们做好任何一件事儿啊，首先啊不要高估自己，我们要明白自己手上的筹码是什么，对吧？我是基于自己手上的筹码去置换我想要的东西的。当我手上的筹码非常薄弱，我只有一张底牌，我这张牌能不能随便出啊？我只有一张牌，我这个牌是不是不能随便出？我在出这张牌之前，我是不是要诈唬啊？我是不是要引诱啊？对吧？我是不是要跟你描绘美好蓝图啊？我是不是要跟你拉扯情绪啊？对不对？所有的小主播，你们面对的大部分都是小客户。我跟你们讲，小客户都用不到我们这个 level 的级别，知道吗？就是你们但凡呐，能够懂得什么叫做释放可得性却不可得，释放可得性却不可得，来把这句话扩在公屏上。今天我们就这一个作业，这一个任务啊，你们回去啊，就把你们对于这句话的理解给我写一个1000字的作文。今天我们就是命题作文啊，命题作文。什么叫做释放可得性却不可得？从这个点开始，你们逐渐的就知道什么叫高级了，是不是？啊，我也不跟你们展开说，好不好？你们今天就回去写命题作文啊，今天就都回去写命题作文，再回去看金贵的关系，再在我们的金贵关系里面去找我们的论点，好不好？来支撑你告诉我什么叫释放可得性却不可得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如果这3个点你们没有看到我直播，肯定是因为你们关注的这个号出问题了，所以大家不要脱离我们的大部队，不要脱离我们大本营。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雾里看花是另一个概念。来下一个来。群都满了，稍微等一下啊，我们再来建。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说话。
文文酱，哎，断了。Hello，你好，老师。你好，你说。我想咨询一下关于人生方向选择的问题。我的基本盘是我98年25岁，然后本科是211毕业3-4年了，没有工作过。现在的收入是在超一线城市做 YC， 没有度过脸，然后颜值水平是2500的水平，然后没有个人资产。啥叫颜值水平是2500的水平啊？那这个是分小费的吗？哦，对不起，好，你接着说。就是我没有度过脸，然后没有去那种最高端的，但是就是2500这样子。然后经历是大学时期谈过一个男嘉宾，年纪大很多，然后但我见过了一些世面，然后有了一些物质上的包装，也提升了消费水平，但是他后面事业出现问题，他就进去了，我就没有。后面就再也没有找过像他这种同等量级的男朋友了。然后我的问题是我现在没有什么工作能力，然后我自己的执行力什么的也比较差，然后就是现在还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我前面有夹过娃娃，然后所以现在身体体力有一点跟不上了，然后感觉今年做了1年 YC， 就是衰老的特别快，也容易感到疲惫，然后也没有办法每天都去上班，也会觉得累，就也没有存到什么钱，但是这1年就维持了1年还算比较宽松的生活水平。然后在那里上班也有遇到过对我感兴趣的人，但是我整个人的状态还有我在那里的竞争力都挺一般的，而且虽然我的学校比较好，但是也毕业很久了，然后就也没有能把握得住。然后我自己认为我的优势是我是比较安静的性格，比较会读书，但是不擅长社交。然后第二个我的优势是我比较会拍照，会包装自己，把自己包装得很高大上，因为以前有过那些经历，就会审美比较好，然后也有做个人账号，也有一些粉丝，然后通过这些账号也有很多优质的人想认识我，但是我现在的真实的颜值，因为我的颜值下滑了，我现在真实的颜值和经济实力都不像展现出来的样子，所以也没有通过开直播和就是认识的这些人得到过什么大结果，然后转化率很低，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我这个拍照技术有什么用，然后现在也没有怎么拍照了，也没有更新了，所以也没有在网上通过这个方式认识什么优质的人了。然后第三个是我的性格是比较单纯的，然后很安静，然后没有什么脾气，就是性格比较好，很好说话的。但是我也是很冷漠，不喜欢管别人闲事的性格。然后我现在就是有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哪方面的努力。我的人生诉求是我想让自己过得好，然后不想浪费自己的生命，也不想再犯错了。我还是很想接受更好的教育，然后因为我觉得受教育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就是不管能不能通过这个去找到另一半，或者是有阶级跨越，我都蛮想继续读书，然后也想要有足够的金钱去支撑我去多看看这个世界，然后也想保持良好的物质生活水平。基于这个心愿，我应该怎么走呢？是走雄竞还是雌竞呢？因为现在25岁、26岁也开始奔三了，然后也想为30岁以后做考虑。现在就是这样子。你现在能不能先找个大哥给你把生活费稳住？如果想找的话能找，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现在只有小哥没有大哥。对，就是找一个。你现在每个月收入有多少？就只有几个。你现在每个月收入有多少？现在每个月做 YC 大概就5个这样子吧。对呀，你听我说啊，你呢？你正常干每个月5个，对不对？你只要是一个男的，他能跟你承诺每个月跟你给5个，你就或者是3个，3到5，你就跟人家好。为什么呢？我一般不会跟人给这种建议啊，因为呢，你现在啊
其实还是有一点在一个好高骛远的状态里头。你有很多美好的理想，我也想读书，我也想有钱，我想这我想那，但是呢，你其实不是一个第一，你的体力并不是很好。我跟你说，能不能成功啊，跟这个体力啊、精气神呢有很大的关系，知道吧？你不是一个体力很好、精力很旺盛的一个人，所以呢，你要节约精力。我跟你讲，我也不是一个体力很好、精力很旺盛的人。所以其实你们不要看我每天好像4个小时生机勃勃，我除了4个小时以外，我都躺着，我没有什么，我不做什么任何消耗自己精力的事儿的。你呢，需要一个稳定的人帮你先把托底，跟你把这个底托着，然后呢，你再去看怎么去拿出你所有的精力跟时间，去发展你自己的这个小事业。我给你指个路啊，我觉得你可以在网上尝试啊，靠教别人就是帮别人 P 图证明，你可以试试这个路径。我看的赛道不多，其实你们可以多去看一看。如果说你很会拍照，你自己拍的照片很漂亮，然后你这些东西也有人关注，你可以尝试一下，可以靠这个。你开直播呢，你也不一定要对着你自己播，你可以帮别人 P， 知道吧？这个现在还是蛮有市场的。你也可以教别人，你也可以帮别人，你去研究研究所有的那些软件怎么用，把它研究透、研究通、研究透彻，然后呢，你就做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其实它也是能挣你的，类似的一些啊，也不是特别耗体力，然后呢，还能让你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的这种东西，我觉得你可以去研究研究、琢磨琢磨。前提是你要先有一个能够至少给你稳定在这儿的一个收入来源。我现在还是通过 YC 和，还是先要通过 YC 和直播我是建议你不是 Y 不 YC 的，你不适合去上这个班。我告诉你，这个班啊，它会让你身体啊更亏，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班呢，它是日夜颠倒的。像你这样的人呢，其实他是需要阳光跟运动。其实我就知道我需要啥，就是你是需要阳光，需要运动，来把你自己的这个精气神给它吊起来的。你现在的工作场景，它跟你本身的身体素质不匹配。干 YC 干得好的人呐，他就是自己本身他的精气神很旺盛，他不会因为晚上晚睡啊、熬夜干嘛的，他亏不了什么。但是你在这种环境里工作，你会亏气，知道吗？你的气血会亏，所以你得快速的先找着一个人，把你的这个经济状态稳定住之后呢，你就不要干 YC。你要把你自己你就在家里边去琢磨你自己喜欢的这些事儿，但是一定要深度钻研，一定要挂钩物质结果，深度钻研，否则你所有说的那些东西都是空想，都是屁。那我现在还就是说，因为过年回家，可能家里说要相亲什么的，是走雌竞还是走雄竞，我有点分不清这个。你要对碰也是一样的呀。其实本质上来讲，本质的目的在哪？本质的目的是找一个能够帮你做经济托底的人。不管你是走哪条路，你现在的路子很清晰，就是你要先把你自己的经济水平找个人给你托底，托住了，然后你才能腾出手，腾出自己的精力去干那些对于你未来什么想要去学习、想要去看更大的世界这个那个挂钩的事儿，否则全都是个空想。就是不管是什么关系，就是先找到一个人托底，是吧？对的。那提升学历是属于雄竞是吗？就是你要有时间有钱，对不对？要有时间有钱，还要有那个你还要有那个闲情，你才能去读那个书呢。那如果是相亲结婚的话，他这个物质条件达不到呢？因为我的原生家庭也很一般。现在如果达不到的话，你未来就是说，我说了是物质托底，你觉得多少能托底？如果达不到，去结了这个婚，你就放弃你后面所有的那些梦想，那就与你无关了，那就是另外一条生活轨迹的事儿，好吧？就是如果现在找到一个人能经济托底的话，就不是走婚恋关系也可以，是吗？对的。我跟你回答的是基于你跟我讲的你的理想，我在跟你回答问题啊。
我不是在跟你说你说你要结婚什么路都可以，我是在基于你想达成的理想在回答你问题。那正常就是，建议是就是正常。如果说我，就是正常的建议是走什么路呢？如果说没有说前面说的那些，没有，每个人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呀。我只能基于你想要的东西给你给建议啊。每个人都是不一样，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正确的呀。因为我是会怕耽误掉，就是正常走婚恋的。小姐是这样的啊，如果说你是这种思想，你就放弃你那些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梦，去找个普通人结这个婚，过普通的日子，就不要再谈理想了。再谈理想只会让你产生精神内耗，你会抑郁的啊。好吧，好，就这样，拜拜。拜拜。我跟你们讲，能够解决你的当下的焦虑跟抑郁情绪，就是我要知行要合一，明白吗？知行要合一，就是我树立的理想跟我目前的动作一定要强挂钩，否则你就变成了空想，但是你所有的行动都跟不上，你的动能跟不上，行动跟不上，你最后就变成像好多人所谓的自己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根本就不是怀才不遇，哪有什么怀才不遇啊？你根本就没有才，哪来的怀才不遇啊？你到了30-40岁，你到40岁抱怨自己怀才不遇的，就是你根本就没有才，别谈什么才，对不对？我说的是不是很实际？说明什么？你的能力只能支撑你过这个小日子，这就是你的能力所在，认，知道吗？这个东西我不分性别的跟你们讲。你再回头想一想，你有没有认真的走过那个0到1的过程，对不对？不是那种好高骛远想靠投资发财的，也不是想一步登天的，也不认。你有没有想过，也许那个成功的人他真的不是靠运气，你有没有这么想过？运气啊，它是一阵风，懂吗？那个风来啊，他是因为这个人呢，他天天在追风，所以他才能被那个风吹起来呢，懂吗？你不追风的人，你是不可能被那个风吹起来的。所以说很多人他是什么呢？他跟我聊，我还想学习，我还想过充盈的物质生活，我要这我要那，但是我不想动，是吧？我既不想哄别人开心，我也不想拍别人马屁，我不想做小伏低给别人情绪价值，我也不愿意去打工。请问我怎么发财？请问我怎么能够实现我又能够出国去读书，我又能够有充盈的物质生活的理想？你怎么实现？你去梦里头实现呗，那怎么实现呢？你是不是去梦里头实现？对吧？所以说人生啊，怎么过都对，但是呢，一定要自洽，就是我自己能够对我现阶段的状态感到满足，那么你就对了，是不是？我有很大的理想跟梦境的时候，我不惜一切代价的去追求它，我每分每秒的努力都围绕着这个目标去行进，对吧？那么就算没有得到，但是起码我在进步，我在靠拢，我没有遗憾，这个是自洽。要不然呢，就是我其实特别的懒，对吧？我很懒，我根本就不想动。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生活，就是每天坐在那个办公室里头，打个毛衣，喝一缸茶，对不对？跟那几个小嫂子嗑个瓜子，聊个天。那我就不要再说我的理想，我要登顶啊，我要怎么辉煌啊？我要成为那样的人，这样的人呐。
那你不有毛病吗？那你是不是有毛病？对不对？你就要告诉自己说，我怎么可能是那样的人呢？我的不可能，对不对？这个世界上谁成功也轮不着我呀！啊，这个世界上，这要是像我这样天天打毛衣，天天嗑瓜子儿能嗑成功，那这个世界上不是人人都成功了吗？我就不属于那挂的，对不对？我还觉得他们挺累，是不是？我还觉得那些天天追逐成功的人挺累的，我都看不懂。反正大家一辈子都这么过，对吧？睡的床就是1.8米，吃的饭嘛就一碗白米饭，我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活呢？哎，这个也是自洽，是不是也是自洽？就是人要自洽，你就没有内耗，你就会幸福，对吧？最怕的就是你不自洽，你心里好高骛远，然后呢，你找了一个是吧？听你家，哎，我心里想的是我要过人上人的生活，我要出国，结果呢，听老家的人说啊，我不害怕不能结婚，然后呢，去找一个什么月入1个 W 的男的，2个 W 男的去结了个婚，结了婚以后，我天天看这个男的不顺眼，我就是被你耽误了。你为什么这么没有出息呢？我是要过人上人的生活的，我天天跟你在一块儿，我他妈看着你就烦，我看见你我就验证了我人生的失败。你说你痛不痛苦？你说你难不难受？对吧？你无法珍惜当下所拥有的美好，你怎么都会难受的，对不对？反过来说是一样的呀，反过来说是一样的。你要是每天吭哧干，对不对？每天哎呀，我要追求这个，我要追求那个，然后呢，你又别他妈的神经病，看到那个，哎呀，人家你看那个女生跟那个男生，他们俩骑着自行车，搂着腰，哎呀，他们俩就在风雨中漫步。你看他们吃路边摊吃的也很幸福，他们等公交车等的脸上都是笑容。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纯粹的感情？你说你们有病，你们就是纯天跟自己过不去。是不是成天跟自己过不去？怎么过你都不舒坦，是不是怎么过都不舒坦？对吧？所以人不要这样，这就是属于愚钝、愚蠢，对不对？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在这3个时间段，如果没有看到我开播的，肯定是因为这个号被封了。大家一定不要脱离大本营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来下一个。喂，菊菊你好。哎，你好，你说。你好，哎，菊菊你好，我是周末见你的那个闺蜜圈的女孩，然后今天连麦就是想表达一下感谢，就感谢菊菊做闺蜜圈，然后我感觉就是自从加入闺蜜圈之后，每一步我都变得越来越好。然后我今年25岁，然后主要是做经济行业，然后同时也在做留学 MBA 的项目和求职的这种助力加速器的项目。虽然关注你的时间比较短，加入闺蜜圈的时间也不长。但是自从选择靠近你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从1年多的迷茫中开始转变。然后具体是有2个时间点，第一个是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在杭州的生日会和哼哈课堂之前，其实我就一直很忙，然后。但是所以我也是生日会上最后一个到的，因为本来就是排的时间挤出时间去的，但即使这样，也是我的灵魂在驱动我，我觉得我一定要去见你。然后从第一天晚宴到最后一天去毕业典礼，然后我就看到了发光的你，然后我觉得不仅仅是你啊，而且是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有你的影子，所以我觉得在生日会上体验到了极佳的这种体验，然后非常感谢你，也感谢你的团队。然后第二个就是双11的时候，就是别人都在剁手，然后我在醒老，然后那天见到你之后，我回去之后就和我的合伙人就是打电话复盘，然后我当天就趁热打铁熬了一个通宵去整理跟你的聊天内容，并且写了我的感悟。然后我其实在这个复盘的过程中发现，其实很多的时候在一些细节中你都有在各种形式的点拨我。然后我其实当时在这个跟你见面的时候，我说我可能用了一个在其他地方的一个例子去进行类比，因为我觉得是另一件事情把我的这个动力系统从以前的自卑驱动变成了自信驱动，但是现在我找到一个
最合适来形容你的形容的句子了，就是我觉得曲曲你对于我来说，就是把我的操作系统从 DOS 系统升级到了 Windows 11，所以昨天我就带着我的新的 Windows 11系统再听了一遍《金贵的关系》，然后今天又听到了你的直播，包括你的直播，第一个还是第三个麦在说其他粉丝的时候要接纳你的原生家庭这个点位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就是在时刻的在照镜子、正衣冠，在见贤思齐，所以我觉得在新的系统的这个驱使下，我每次听你的直播也是有了很多新的体会，然后今天连麦也是想跟你就是汇报一下我的副业，其实现在也有一个阶段性的突破了，因为最近这个期间算是我们的忙季，然后我也是帮助了很多女生，就是实现了她们自己对于一些名校的一些梦想，然后我感觉我其实也在做一些可能跟你相似的事情，虽然说做的体量可能是你的几亿分之一，但是我也有在用我的努力去帮助其他人，所以我也非常的开心。然后今天就是有一个问题再想问一下曲曲，就我觉得我从杭州生日会回来之后，我觉得我的大脑和身体都变得无比金贵，然后我现在觉得我找对象的伴儿更高了，怎么办？要看你找对象的目的是什么，不要为了结婚而找对象。不要为了结婚而找对象。当你们为了结婚而找对象的时候啊，你们会条条框框的希望对方是一个更为完美的人。其实这是不对的。你是这样找的话，你的生命体验其实是很有缺憾的。因为男人不是你站在外面能够了解的一个生物，知道吗？你越是这个 bar 很高，你站在外面，你总觉得你要帅，你要高，你要没有财富，你要有认知，你要怎么的？但其实啊，很多人你要贴近了看，他也许没有那么帅，但是他能给你情绪价值。他也许没有那么有钱，但其实他有认知。他也许看着很有认知，但其实他那里头乌七八糟。所以说你不要站在外面看，所有的男人只要你看见他有一个点让你觉得能处，你就处。这是我对你的建议，把它当作是补充自己的生命体验、补充自己的认知的一块板、一面镜子。明白。然后我想的是不是可能这个就是说，和男生相处的时候，其实也不一定要取一个病机，可以取就不同就不需要去取很多男生之间的就各种品质之间的交集，我只要取一个，就只要他有一个就行。对了，不同男生的病机很大，取各种品质的交集。他说话可能你们有点听不懂，因为这姑娘是学霸，从小到大就是学霸，知道吧？所以说呢，她说话呢就非常学术派。但是她最讨厌别人说她是学霸。我还记得你前面跟我讲这个话，你说你最讨厌别人说你是学霸。然后曲曲最后就是想我在写这个自己的总结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甄嬛传》里的有一句话，然后我就特别想拿这个再表白一下曲曲，就是《甄嬛传》里面有个名场面，就是甄嬛在夸那个皇后和华妃的时候说，皇后的光芒像月亮一样母仪天下，华妃的光芒像夜明珠一样熠熠生辉，臣妾等盈盈之火怎敢相提辩论？然后我当时想的就是。曲曲，你的新书不是叫你就是光吗？然后其实我感觉曲曲的光芒既不是皇后的月亮的光，也不是华妃这个夜明珠的光，我觉得曲曲的光芒是夜空中闪耀的恒星的光，是自己在发光，能量永远充沛，不断释放光芒，有极大的引力，然后将整个的星系携带在自己的身边，然后带领大家共同高速奔赴在宇宙长河中。然后我今天也特别不好意思，就是我的这个鼻音也确实很重，就是因为感冒了。然后就是，所以我看到有评论区说，很有可能是被我传染的。我们俩那天吃完饭，可能是被我传染了。我那天就不舒服，我那天吃饭我就不舒服，然后我那天又难受，你知道吧？结果第二天刮的就不行了。我们俩估计是同一天感冒的。所以真是不好意思，曲曲，就可能是因为我选的时间就正好上海也降温了，确实就是，非常抱歉，曲曲。没事，希望你能越来越好啊！有任何的你的事业上阶段性的成果的时候，希望你在我们的闺蜜圈的群里头做汇报啊。好的，一定跟大家汇报。好，谢谢曲曲。还有问题吗？没有了，谢谢曲曲。拜拜。拜拜。你们找对象找不着都是这个毛病，知道吧？每一个男的都当结婚对象去找，
每个男的都当结婚对象去找。我告诉你，你这样是找不着结婚对象的，这样找不着结婚对象。男人呐，我告诉你们，姑娘们，我跟你们讲，听我的直播听时间久了呀，你们真的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花一草，一花一草一木一人，一花一草一木一人，全部都只不过是为了补充我的能量场的一个元素而已，知道吗？我们呐，不讲任何的什么这个权那个权，不讲这些东西，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自洽绽放。怎么让我自己的生命自洽绽放？我目光所及之处，所有的一花一草一木一人，全部都是围绕我自己的能量场在运作。你们为什么？我跟你们说，其实啊，所有的幕墙都是一种弱，知道吗？所有的幕墙都是一种弱，所有的追求完美都是一种弱。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多牛掰，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我这么优秀，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告诉你们，所有的执念都是弱，都是弱，知道吗？所有的东西，真正我在我整个这个人生旅程到现在啊，我跟大家说，我说我是一个入世的修行人，我是一个每天活在红灯酒绿当中的修行之人，因为我修的是我自己的心，我每天都在修心，知道吗？我修的是我跟这个世界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这个是我不停的在修的一个东西。本质上来讲，我觉得真正的强是什么呢？真正的强是一种平衡，就是你跟这个万事万物之间呐，它达到了一种平衡状态，对不对？我缺了，我就补；我溢出来了，我就让它走，明白吗？我缺了我就补，漫出来了你就走，是这样的。总而言之，我是一个圆，我是把我自己当成一个圆在修炼。一个男人也好，是吧？一束花也好，一餐饭也好，一顿酒也好，本质上来讲，它只是在满足我阶段性的需求。在这个阶段之内，我要这样，我会舒适；我要闻花香，我会舒适。我在这个阶段之内，我要看那个绿草地，我会舒适。我在这个阶段之内，我看那个蓝天白云，我会舒适。我在这个阶段之内，我觉得我淋一点小雨，我觉得很舒适。我在这个阶段之内，我需要这个男人身上的什么，我才能舒适。这个就是我所追逐的东西，知道吗？所以说，在我看来，你们所有的那些说我要男人这样那样那样这样，所有的条条框框，这些标准，这么多的条条框框，这么多的标准，你在试图去寻求一个方方面面都很好的对象的时候，是因为你没有利用好这个万事万物的磁场。这个是我的认知。如果说你能利用好万事万物的磁场，你会发现每一件事儿，每一个物体，每一个生命，它能给你带来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都是多样性的，对吧？我怎么能够去苛求一个人给我那么多呢？做不到啊，是不是？他不是神呐，你找的这个人呐，对不对？所以说，其实我们不停的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干嘛呢？就是不停的去看，不停的去摸，不停的去感受，对吧？去看，去听，去感受，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平衡。我每天内心当中达到的就是一个很平衡的状态，我平衡、淡定、舒适、展开，我没有那种啊好怯、很虚、很弱，对吧？这就是哎呀，我要没有的。
因为所有的一切其实不是靠自给自足，你们明白吗？没有什么东西是靠自给自足，是靠什么？是靠这个世界万物给予我，世界万物丰富我，充盈我，是这样的。那么你们就是在生命的任何阶段，你也不会觉得别人比你有钱，别人比你高，是不是？你会觉得因为这个人有钱，他就比你高吗？不会呀，因为他身上可能不具备某一种能量场，但是你具备哦。他身上有的元素可能你有哦，他身上没有的元素可能你有哦，对不对？你们就不会再用单一的维度去评判说我的原生家庭不好，我就应该虚吗？不会哦，因为这件事情它能给我带来某一重元素哦，它能给我带来某一重能量哦，它让我变得更完整了，对不对？是这样的。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在这3个时间段，如果大家没有看到我直播，说明这个号被封了。啊，大家一定不要脱离大本营，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边。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可以听到吗？哎，你好，你说。Hello， 我听不到了，你不要退出啊。好的。你说。稍等一下，我调一下啊。可以听到吗？哎，可以，你说。我先介绍一下我的这个基本盘的。你不要退出，你退出我听不到啊。稍等一下，我重连一下吧。好，对呀，那我们连麦有的时候也是要靠灵感的。虽然说有的麦听起来好像平平无奇，但是它可能就它让我一下子就切到了一个什么事儿上，一个什么灵感上，把我推到这儿了，那我就讲这儿嘛，对不对？我是感冒了，感冒很严重，所以说我嗓子非常哑。但是我现在讲了，好啊，你们陪啊，你们陪啊，你们看我这我的口红，陪啊！今天在座的都啊，今天在座的啊，我跟你们说，都跟你们有关系，一个人陪我一根儿，见者赔钱，见者赔钱啊！哎，人呢？离开，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到我了吗？然后那个我先说一下，就是稍等一下，我拿下我的稿子。有人说我刚进来就断了也，我刚进来也要赔。然后我那个
03年，然后今年20，高中毕业辍学了，然后3线城市，原生家庭比较普通，长相7分，现在在新1线城市做 YC， 月收入10几个 W。我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觉得自己被低成本持有了，还要不要跟这个爹爹继续下去？然后这个爹爹他在超1线城市是资产2000 W 左右，年收入应该是300左右，我也没有仔细问过。是我刚做 YC 的时候认识的，然后那个第一次见面就直接就发生了，然后他给我转了1W， 后续见面的话，他说我性格方面都挺好的，叫我别干 YC 了，说要养我什么的。然后我当时顺势就提出了生活费，因为我自己一个月10几个 W 收入，然后我想着，如果说你说养我，让我不做 YC， 我就想问他要，就说一个月15的生活费。然后我想着一次性给半年嘛，然后后面我才刷到曲，就是说这个东西咋说，就是不能自己主动提吧，要不然数字多少就显得不太值。然后他当时也没有正面回答我，就说自己各个地方每个月要出差，一个月就来6、7天，就是比如说这个城市，然后后面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后面也没有说叫我不要在 YC 上班的事情了，然后我估计他应该就是不想付出那么多，然后我就继续在 YC 上班，后面都是一个月见几天，然后就是感觉这段关系就很 low 了，就每次见完面之后他就会给我就转钱嘛，然后几 W 反正，然后这个大脑是围内，前面告诉我36，我偶然就是看到护照我才知道是46，这样的关系一直保持5个月左右，一个月见几天这样，然后总共就5个月付出了20多个 W 左右，然后都转账，也没有买过礼物，我也没有问他要过，现在我就感觉他对我付出太少了，就是我对他的情绪价值10点半都提供到位了，就感觉他付出没有到位，虽然说不影响我正常的收入，但我刷到曲就是说大多少岁就付出多少个 W 嘛，然后我感觉我这个关系就没有开好头，然后我现在想让他付出更多，但我又不知道怎么开口，我又害怕被拒绝，但是我对他10点半就也挺上头的，因为他年纪虽然比较大，但是他就是比年轻男孩子身体还挺好的，反正我就挺上头的。然后我现在就很纠结，就是我的问题就是我现在不想要每次就是见面后就转账，我想要固定的生活费，因为我之前提15个，然后他想我不上班，然后他当时就也没有答应嘛，就觉得高了，然后我在 YC 上班，然后我现在又不影响我收入情况下，我想每个月就5个，因为我对他其实就是说，我觉得10点半也挺好，我也有点就是说就也有点上头嘛，然后我觉得其实反正我就害怕被拒绝，然后我就很纠结，但是我现在就感觉他这样低成本持有我心里又有点不太舒服，所以我想听听曲的建议。姑娘，我呀建议你换个思路啊，你哪是被低成本持有了呢？你是白批别人了，你哪里是低成本持有，对不对？你应该每个月跟他给5个 W 的，你能给别人提供的价值严重弱于别人给你提供的价值。你对他10点半上瘾，他对你又不上瘾，他对你又不上瘾，你对他上瘾，不该你跟他给点，你咋还想找的人家要呢？你这合理不？合不合理？但是他肯定是，就是我也给他提供了情绪价值，别人不需要你这个情绪价值，你只管别提供，你只管别提供，你那个情绪价值提供了是干啥的呢？你的情绪价值又不高级，别人不需要。就是说，客观上来讲，你们俩的关系里，其实是他在给你提供价值。就我感觉他就是说，好像因为我也看了一点就是金贵的关系，但我没看多少，就是我感觉他好像是生意男，就是他又不是那种大方人，但我也不会让我亏，反正就这样的关系。然后我其实想马上快过生日了嘛，然后我也这个5个月我也没问他要过礼物什么的，就是我想要就生日的时候我想问他要个就是2、3个 W 的礼物，但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拒绝。我就问你个问题，你怕拒绝怕的点是什么？你是不是怕最后这个人就不跟你来往了？对呀，对呀，说呀，我跟你讲，问题啊，聊到核心本质叫怎么叫需求的匹配度，懂吗？你说到底，这男的又白又低成本又这个那个的，为什么你会怕拒绝？连2个 W 的诉求都不敢提的点是哪儿？是因为你吃人家的那个哼啊哈的那个价值，所以你害怕失去这重价值。
所以说我建议你要搞米去别人身上搞，这个人他不适合，因为你吃他的价值比他吃你的价值要多得多得多得多。所以说对他来说，他现在还没发现你有这么吃他这个价值，他要是发现了，他一分米都不会给你付了。你现在他还能给你付这个米，你就应该偷着乐，知道吗？但是我看就是去直播间，就是很多人，比如说一个月可能见个3、4次啊，然后一个月就是给个什么10万播费啊什么的，就是感觉好像就是感觉自己好像就是被低成本持有，虽然说不影响我上班。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别人那都是什么？那都是那个大哥要求着他好，对不对？人家大哥要求着他好，大哥只要不付费，他立刻就拜拜。别人大哥只要不付费，他不可能跟这个大哥好啊。所以说人家大哥只能这样啊。那你就不一样了，现在不是人家要求着跟你好，是你恨不得要求着他跟你好。就是我其实想着不想要，就是感觉这样的关系就很 low， 你知道吧？我就想本来就很 low， 本来就很 low， 本来就很 low。你吃别人的这个价值，那么你就不要再整活了。我跟你讲，我都说了，这男的能跟你给这个米，你都应该谢天谢地了，知道吧？就我感觉他比我大太多了，但是他确实是就是身体挺好的。你别但是了，好不好？你不要聊这些东西，聊这些东西叫什么呢？他比你大又怎么样呢？你又不想掰，他白屁又怎么样呢？你又不想掰，他就算不付费了又怎么样呢？你还不是不想掰？那你扯什么呢？那我那个生日要不要给他提这个？你都可以提，随便提，知道吧？只不过呢，提了以后呢，就算被人拒绝了，你也没办法，对不对？因为本质上来讲，你不想掰嘛，想提你就提，好不好？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就是做那个 YC 嘛，然后我小半年，我大概存了60个 W， 然后我现在是，我想着我不能一直做 YC， 我想回归正常生活嘛，因为日夜颠倒也挺难受的。然后我想其实我是想找大哥带我出去，然后每个月给我固定生活费，因为我不想就是一直做 YC。然后其实我在 YC 之前我是做带货直播的，然后我做 YC 之前带货直播1年也能年收入30个 W， 就是，但是我就是说对奢侈品啊没什么追求，因为我浑身上下现在我03年嘛，就是我现在浑身上下没什么牌子，然后很多大哥就又感觉我没见过什么世面，就会想低成本持有我这样子，然后我也不想就是再搞这种很 low 的关系了。然后我现在想着要不要拿一些存款去包装自己，买一些就是包啊饰品什么的，就是但是我20岁我不知道该怎么包装自己，但我又怕被别人就是感觉我没有见过什么世面，要低成本持有我，就是但是我之前听曲曲直播说20岁不能包装太浮夸，但是我对物欲也不是很强，没有买过奢侈品什么，不知道该怎么立自己的人设，朋友圈不知道该怎么营造，想听听曲曲的建议。你说的这些东西啊，很边缘，知道吧？你在自己没有内核的时候，你才20岁，你要去包装这些乱七八糟的，没有任何意义。其实你的 low 并不是你被别人低成本持有，并不是因为你没有包装，你找错核心了，你知道吗？你找错核心原因了。你被逼低成本持有，是因为你自己守不住自己的底线，因为你太想从这个圈子里出来了。所以说人家大哥才会低成本持有你，问题是在这儿。对，就问题是你太想走捷径了，你太想放轻松了，你不是很想努力，所以说人家才会低成本持有你，本质是在这儿。明白了。因为我是想着，因为虽然说现在一个月收入挺高，但是我是想着，就是我不想做这个 YC， 想着就是正常做直播挣钱，然后再找个大哥就带我出来，反正就是这样的想法。那你就在直播间里头找大哥，好不好？你在直播间里头找，人家能给你刷个几十个 W 的，你再跟人家见了以后再来谈后面的话。开头不对，后面努力白费啊！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好吧？那你觉得就我有必要就是去包装一下自己，比如说什么？因为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奢侈品啊、名牌啊什么的。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这个不改变内核啊，没有太大必要。20岁你包装个啥呢？包装出来人家还以为你戴的穿的都是假的。
好，那我没别的问题了，谢谢。我跟你们说，你们啊，我告诉你们啊，是这样子的，任何的能拿大结果的人，他都不是一个懒惰的人，知道吧？他无非是分什么呢？分他是在精神上面的勤奋，还是在身体上面的勤奋。他没有懒惰的人，我告诉你们，一个女生啊，她要怎么去经营自己？她是去通过好好学习，努力的去工作，提升自己的职场的竞争力，还是说她走雌竞的时候，她要想方设法的，对吧？增加自己的谈资，让自己变得漂亮、出挑、耀眼，然后能够让自己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显得高级。就是但凡是能拿到大结果的人，就没有轻松的，没有躺平的。你看啊，你们记不记得我们之前直播间有个女生，她也是在 YC， 她每一次一去就找一个大哥，那个大哥就给她买套房。她去了2次 YC， 然后2次有大哥给她买了2个套房。然后这个女生，她因为她原来胖，她从头到脚她给自己抽那个什么什么啊，肉抽了50斤吧，还是多少斤，记得吗？然后她还自己去考了一个律师证。你们记得这个女生吗？特别的励志，我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看似别人在跟你做着，好像都在这个地方上班，是吧？都是那种好像上了没几天班，然后就出去啊，就想找人上岸的那种。但是别人背后的那个心思动的跟你一样吗？那些大哥为什么能够给他像这样付出啊？第一，他很清晰，如果你不给我这个房子，我不会跟你走，对不对？所以他为什么每次上个几天班他能够出来，是因为他上个几天班他的目标很清晰，买房子我才能走，对吧？他觉得我买房子我才能走，我就能踏出这一步。但是他一旦踏出这一步了，他一定会给别人营造一个他非常努力上进的这种形象，绝对不会。就是说白了，我们要有契约精神嘛。什么是契约精神？我前面跟你谈好的条件，我开了这个口，我开了就开了，你做到了，那么我就不会再胡乱跟你开口。我在后面只会向你展现我的价值，不会再不断要价，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他就是这样啊，我一次性把口开明白，而不是说我前面吧，我啥也没想好，啥也没想明白，然后我跟你好了以后吧，我又要这又要那，别人觉得你 low 的要死，分批不想给，是不是？你想想看，他能最后能把律师证考出来，你说他在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他是怎么在经营自我呀？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书没读几天，对吧？嘴巴里说不出什么有内核的东西，每天就想着，哎，是不是我打扮的太朴素了？那光是你打扮的太朴素了的问题吗？那不是的吧？是脑子里头的问题吧？是不是脑子里头的问题？我能不能咬死目标不松口，对吧？我在这儿，我就是要找一个人，他能够带我出来。带我出来的条件是什么？我一次性我是不是得想明白？我一旦找到这个人了，那么我是不是就要有契约精神？对不对？他给了我这个，那么我就好好的跟别人在一块儿，我也不要作幺蛾子，对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干嘛？不断的进行自我提升，是不是？你起码要让人家看到你身上的闪光点吧，否则的话，你说你除了年轻，你有什么？你除了年轻，你有什么东西？年轻这个东西，它是会随着时间不断的贬值的。你还有什么能让别人持续的为你去付出呢？对不对？一个人持续为你付出，他有动能啊。我们再来回忆一下这个知识点，3个条件，我们说3个条件，对吧？想让一个男人持续大额为你进行付出，3个条件至少要达成1个条件，并且另外2个条件不能没有。3个条件是什么？大家打在公屏上。哎，现在学霸越来越多了啊，可以秒扣了啊，可以秒扣了。
可以秒扣我们的这个知识点了啊。因为一个人他要持续的为你去高额付出，他是要有动能的，他是要有动能的，懂吗？他没有动能，他只会降低他的付出意愿。持续高额这两件事怎么同时达成？第一个叫做绝对光环，就是你的光环非常高，对吧？哎，我是电视台主持人，我是大网红，我是大主播，我是大作家，是吧？我是哪个领域里头发表过文刊，干嘛干嘛，绝对光环。第二个叫什么？绝对共鸣。绝对共鸣，就是我这个人说什么，我都能接得住他的话。这个东西是需要非常多的积累的，是不是？绝对共鸣。就像王志文说的，一个女人最难的是什么？是聊得来。什么叫聊得来？这个就叫绝对共鸣，是吧？我给大家打比方的嘛，天道、芮小丹，是不是？绝对共鸣，它这个就是极限、极致表达的绝对共鸣。第三个就是绝对10点半，对吧？而且这3条是一条很长，另外2条还不能没有，你才能让一个人在你身上持续的高额付出。否则所有的人都会算账，懂吗？如果说我就是出去随便消费一下，花多少我能花多少？请问一个男人，一个成功的男人，他凭什么在一个女人身上能砸出几千个 W 上亿呀？凭什么？就这一个问题，这个下沉市场啊，一辈子想不透。我告诉你，低收入的群体，他一辈子不会想通，都想不明白，他怎么看都不会看懂，怎么可能呢？为什么？是因为他一直在他脑子里构思的逻辑就是叫买卖逻辑，对不对？这个杯子多少钱，明码标价嘛，对吧？这根口红多少钱，它明码标价嘛。再贵的东西，它是不是还有个价啊？对不对？他怎么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的东西是什么逻辑？其实是附加值逻辑。就是没有钱的人一生想不通的逻辑叫附加值逻辑。附加值逻辑，我刚刚给你们讲的这3点，它都叫附加值逻辑，明白吗？它不是你明面上看到的这个价值，你们看到的那个东西叫什么？叫基于这个东西的材质给出来的价格，是不是？什么叫基于这个东西材质给出来的价格？就是一个玻璃杯子里头装的白开水跟一个矿泉水瓶子里头装的白开水，它是一个水，这个叫基于材质。你怎么都想不通，为什么那个5星级酒店里头这一瓶水要卖到60块，对吧？为什么我这瓶水我就在家里喝不是一样的吗？所以他们的逻辑永远不会明白，一个大佬为什么可以为一个女人投入几千万，对不对？所以说无数的人他要讲这个向上择偶啊，讲这个大佬付出这种逻辑，他讲不明白，你用他的逻辑用不了，打不通。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就没搞懂什么叫附加值逻辑，他就没搞懂。所以你们反复的在琢磨的就是那个质量问题，你反复在琢磨材质问题、质量问题，材质问题、质量问题不解决溢价，懂不懂？溢价，什么叫溢价？所有的人出来找女人，他今天出去唱个 K 3000封顶了，最牛逼的场子6000封顶，对不对？他为什么会付出几千万？这个里面是不是叫溢价啊？溢价啊，它不吻合市场价格定价的逻辑嘛，对不对？所以说，当他都不理解什么东西会溢价，人们要为什么东西付出溢价，他怎么能告诉你大佬喜欢什么？他怎么能理解大佬为什么要付出啊？他这辈子理解不了。所以女孩子是这样的，你们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琢磨的就是一重逻辑，为什么我能够让人议价呢？对不对？你走雌竞的人，你就要想一想，为什么这个男人要给他付出几千万呢？难道就因为他年轻漂亮？不是的，所有的能让人议价的东西全部叫隐性价值，是你看不见的部分，你看不见的地方他才能议价，对不对？这个男人呢，他要不然就是什么呢？他带着你出去的时候啊，我操，太他妈牛逼了，这女的。我带着这个女的出去啊，所有人都羡慕我。天哪，你怎么把她泡到手了？这个是不是叫隐性价值啊？对不对？我的妈呀，你怎么把冰冰泡到手了？啊，是吧？你太厉害了，这样的女人都能被你搞到手，这个是不是？对吧？然后你跟这个女的一聊天啊，天哪，她比你妈还懂你，她是这个世界上最懂你的人，你说什么东西，她都能说到你心坎儿里头去，对不对？她永远都能打到你内心最深处，她就能说出你最想听的那句话。你说这个东西可替代性强吗？太难被替代了，太难被替代了。而且它不仅是难被替代，他享受了你给他的这种精神共鸣之后啊，他再出去跟别的女的聊天，那么索然无味，他感觉像一堆弱智对着他，他觉得我去跟你聊天，我他妈还不如去找那个 AI， 我比那个 AI 比你聊得明白。你说你那个聊天还没那个 AI 聊得明白，对不对？他为什么要为你议价？对吧？我们说啊，绝对10点半讲的什么东西，在这个点位上，这个人呢，他会给他无限刺激。然后呢，他又对比了，他再出去，他找别人吧，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没意思，这个没意思，这个不好玩，这个不好玩，这个怎么刺激不到我的那个兴奋点？你那个溢价是不是就出来了？对不对？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在明面上你看不到的，不是这个人长了个双眼皮儿，长了个高鼻子，它不是这个东西。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跟大家讲，我说女孩子啊，你们把你们的脸呐，如果说你们是想啊，想走雌竞也好，找大佬或者说干嘛，当你们的脸呐到达了70分，什么是70分？马路上随便找10个人站一排，我现在觉得70分都不用，60分都够。马路上找10个人站一排，你能排进前4。随便找一个人站一排，你排进前4，你就不需要再在脸上动心思了。如果你想达到我跟你们说的3高标准，你的脸呐，只要过了10个人排前4，你就不需要动脑子了，知道吗？你就不要在这个地方动脑子了，因为这个地方它是绝对不会超过了这个分值，它就不会再给你带来溢价了，它的溢价也就到这儿了。再漂亮的都有，这个世界上。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琢磨隐性价值如何提升，怎么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明白了吗？你们干 YC 也好，做主播也好，是吧？哎，找的大哥多偶，大哥好牛掰，100亿身家，不重要，重要的回归到自己的身上，回归到自我的修炼的点位上，对不对？我有没有什么别人看不见的价值？你把这一件事儿，你今天能把它清晰的表达出来，我有别人看不见的价值，我相信你绝对不是你现在这个身家水平。你要是能说出我有什么别人看不见的价值，明面上看不着的价值，我告诉你，你起码你现在的这个水平后面要加2个0，就是这么大差距，就是这么大差距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
这3场定时定点开播，找不到我的一定是因为啊这个号又出问题了，所以大家不要走丢啊，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来下一个来。说好多人模仿我，我告诉你们，所有的情感博主他们都是背我的直播间的逐字稿，不说所有的吧，90%，曲曲好90%，听得见吗？哎，听得到，你说。哦，你好，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情况。我今年28岁，然后呢，我是一个设计师。我的家庭特别的普通，都是农民，但是我其实工作非常的努力，所以说从我的毕业到现在，我的工作平台也很好。在我的工作平台上，我认识了一些，然后做实体，然后也很优秀的一些大佬。然后在我去年的时候，我是围城内的一个状态，然后我扯了快乐症，就是遇上了我这个现在的这个男嘉宾，所以我扯了快乐症。然后呢，我跟他在事业，包括是怎么聊得来啊，包括是三观上都很契合。然后我先说一下这个男嘉宾的情况吧。他是36岁，然后呢，他在2018年的时候扯了快乐症。但是他有2个篮球。然后他扯快乐症的情况是他的前任是一个小 C， 就是他的前任女友，所以他对他的前妻其实是一种非常愧疚的状态。然后呢，我现在跟他在一起，我不仅就是有时候在他的工作上会帮助他，他也承诺了说想跟我就是进入围城内，然后呢会对我有所付出，会给我买房之类的。但是呢，最近就是说他会经常跟我说什么我给你也买了房，那你就不能再跟我说什么结婚之类的话。就是虽然说他的前一段婚姻就是不是我破坏的，是他的前女友，但是呢，他会觉得很对不起他的那个前妻，而且他前妻跟他有2个篮球，他会觉得现在我的孩子年纪还小，我是不是跟你走入了围城内，就是会对我的家庭会有所影响，而且他的父母其实是非常认可他的那个上一位的，他觉得就是而且他们都是一起生活在小城市。所以说我是觉得在我的困境下，其实我不是说想要求他会为我付出什么钱，其实我更多的是想跟他有一种事业上的一些连接和打拼下来。但是我是怕就是比如说以后我陪伴他几年之后，他的事业成功了，然后他到时候然后我的年纪也大了，那他会不会就是说抛下我，然后又跟他的前妻或者和他的儿子然后这样。他会，所以说我是对，他会，所以我就现在是想，我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拴住他，或者说我有一些什么样的价值能够让他不离开我。你多大了？这样才会对得起我这么多年的这个付出了。你多大了？我28岁。姑娘，首先如果我们的对话是一个有效的对话，首先需要你干一件事儿。首先就是忘掉你自己的所有的想法跟自以为。如果你还活在你自己的想法跟自以为里边，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这场对话就是一场无效对话，知道吗？你不要跟我说，你不要提前给结论。什么叫做我要把这个男人拴在我的身边才算不枉我的付出啊？你首先给结论就给错了，在一个错误的结论之下，所有的延展都是无效的啊。你 OK， 我们先说到这儿，然后我来说你的问题。你现在跟这个男的是共同创业还是什么？现在是在共同创业，但是我其实在帮他的时候，我会得到我相应的报酬，但是我其实是想跟他以后有一个发展下去的。那还在，你看到没？句句话不脱离你的执念，句句话还在想，我想，你不要你想。但是其实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是他的事业最低谷，他就是欠了700-800的样子。但是现在通过1年，就我在他身边，不要说话了啊！不要说话了！我告诉你啊，我问你什么，你回答我什么，不要延展。好的啊，你是不是在他的事业里能够起非常大的作用？你告诉我。不是特别大。为什么不是特别大？
是你可替代性很强，还是说你走到了今天作用不大了？什么？我就是不是他那个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负责的是设计这一块的。不是决定性因素，但是很重要，是吧？目前如果你立刻马上走，他能否找到一个人马上能把你这一块补得很好？可以，也可以，是吧？好 ，OK。为什么我要问你这些问题？是因为我要看你手上的筹码到底有多少。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你在这个男的这里呢，他是一个把你当兵在用，把你当将在用，对吧？那么反过来，我问你，如果你不在这个男的这儿，你去其他的地方做你类似现在手上的工作，你能不能拿到现有的收入？可以，也可以，对吗？也就是说，他对于你来说，其实在事业板块上可替代性也很强。对，好，那么现阶段你们做的这家公司有没有你的股份？有多少？10个，有10。你认为基于你现在的付出，他给你的这个10合不合理，或者说多了少了有没有？他其实有付我费用，但是也给了这个10。我在问你，就是说你觉得这个股份合理是合理的是吗？这是非常合理的。好，首先第一件事啊，那我要纠正一下你的一个，首先你有一个念想就错了。什么念想呢？就是你说万一他以后的事业做得越来越好了，到时候他就把我踹了，然后跟他的家人在一起了。首先你要明白，如果他的事业做得越来越好了，跟你也没啥关系。你明白这件事吗？首先，你是否把你在这段关系里给他提供的价值说的有点太重了？如果说他该给你的都给你了，然后呢，你所提供的价值他还能随时找到人替代，其实你只不过也是他的一个员工，有持股员工，仅此而已，并不是说你抽离了人家就干不了了。所以你还没有上升到那么大的一个合伙人的身份上，因为你并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实力成为他所谓真正的事业合伙人。是。那么所谓的他的事业低谷期啊，你的表达是什么？我陪他从事业低谷过来，不是你陪他，你不陪他，他也能过来，明白吗？因为你没有那么重要，你并没有付出所谓的那么多的努力跟支撑，让他走到现在，只不过是你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巧还没起来而已，还没起盘，但并不是你为他提供了那么大的帮助。所以你首先不要在这个事件当中有强大的牺牲感，你没有什么所谓的牺牲与付出啊，你只不过是正常的在做事儿。好，那么基于你刚刚说的这些，这个男的呢，他很清晰的一个点呢，他应该是有很强烈的，不管是真实的复婚，还是说不管领不领那个结婚证吧，但是他其实还是很愿意跟他的前面的那个家庭在一块儿的，对吗？对，是。我告诉你，从你的执念上来讲啊，你很难跟他2个人进行长期绑定。我是建议你不要把你跟他看作一家人。首先，今天这家公司你能不能把所有的环节看懂看明白？首先是你能不能把他拥有的资源变成你的，这个是你需要了解的。为什么？因为你跟他在一起，首先改变方向，你不是为了跟他结婚，你不是为了跟他长期绑定，你为的是自立门户。你首先要把你的方向目标锁定明白，你的方向目标锁错了，那么你后面所有的动作全部是稀巴烂，因为你的方向目标是达不成的。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能达到自立门户的程度，这个男的就会扒着你想跟你好。如果在那种程度下他都不想跟你好，说明他除了利用你，没有一分一毫的感情。对，是的，我现在就是利用他身边的资源，但是其实我跟他的感情连接其实也挺重的，我俩其实现在互相都挺上头。我告诉你，他很有可能是演出来的，而你是真的啊。所以为什么我说我在今天我们2个人开头第一句话，我跟你讲的是，首先把你自己脑子里原有的认知全部抛掉，因为你原有的认知要不就是执念，要不就是这个男的给你的一种幻象。
它可能并不是真实的，你明白吗？我跟你讲的东西才是真实的事实，你需要琢磨的就是我怎么把他的资源变成我的，我怎么去剥夺他的那一块生产力，最后我能自己独立起盘，我能成为他的竞争对手，我能带着他的资源，我能带着他的人，我能带着他的客户跑路，这个是你要思考的。你只有往这个方向思考，绝对的为我所用，往我一个人的利益上面做考量，你才未来终有一天你会看到他到底能不能跟你一起走。否则啊，你活在现有的这个思路里，到时候就是人财两空啊。那区区你的建议就是我还是走雄竞，就是更加在事业上自己努力嘛？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因为这个男的他的心定的死死的，他如果想跟他以前的那个家庭保持一个这样的关系，你不管跟他两个人走得多近，每天待一起的时间多长，都不改变你是他心里的那个外人的角色，好吗？谢谢曲曲。但是其实他跟他的前妻，就是他前妻年纪是比他大的，而且就是外貌上重要吗？他其实肯定是跟他年纪大了，肯定是过不到一起。No， 你看，如果你不抛掉你自己的这些认知啊，我跟你讲了，刚才10分钟等于废话，好吧？你再下去把我们两个人的对话好好听一下，不行就是1v1啊。好的，谢谢曲曲。你们到这种时候，我告诉你，所有你聊的天，我都不愿意让你说你聊的天，为什么？因为你每重复一句你自己的那个说法，就是强化你自己的那个认知。你每强化一次你自己的错误认知，就是让你走进死胡同出不来。我告诉你们，每一句话的背后啊，它都有成因，知道吗？他去说那个女的年纪比那个男大，他去说啊，那个女的条件不如我好，啊，那个女的最后照顾不了他，总归我来照顾。他所有引导引向哪里？他是想自我说服这个女的跟他没得比，所以这个男的必须爱他，不选原来的那个。你看，回归到我们这个连麦的前面，我的内容讲的是什么？什么溢价啊？什么让你溢价啊？看不见的价值。他句句不离他看得见的价值，对不对？他句句不离前面那个女的怎么了，年纪大了老了这那，全部叫看得见的价值，是吧？但是人家有人家看不见的价值。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女的老了，这个男的也老了，对吧？你能给他的身体的冲动他不可替代吗？你也没好到那个份上吧？我们说绝对10点半，你到绝对那份上了吗？你没有吧？对不对？他到最后，为什么人家讲老了要干嘛？要落叶归根呢？多少人一生的执念就在他的家乡啊？那你说本质上来讲，土地不都是一样的土地，太阳不都是同一个太阳？为什么要回家呢？对不对？你拿你的个人价值跟这个女的个人价值去对比，有任何的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只要这个男的心里觉得作为一个伴侣，那个是他的港湾，就没你什么事儿，对不对？因为现在在你们的这个三角关系里头，这个男的是绝对的话语权的掌控者、决策者，他说谁有价值，谁就有价值。还有，我告诉你，他所有的认知啊，这个女生她所有的认知来源于哪里？来源于那个男的对她的表达。但是那个男的对她的表达可不可以参考？有没有参考意义？没有。因为我们说语言是目的，行为是态度，对不对？是不是语言是目的，行为是态度？他所有的语言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你帮他干活啊，为了让你帮他卖命啊，为了一边能够跟他原有的那个家庭保持一个和谐稳定的关系，一边又让你不要对他丧失希望，释放可得性啊。他的目的在这儿啊，对不对？这是你的目的吗？他的目的代表你的目的吗？不代表。
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要跟他厮守终身，他想跟你厮守终身，你会不知道吗？你不会不知道吧？你没有那么愚蠢吧？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你要来问我呀？那不是因为他不想跟你厮守终身吗？那不是因为他的目的跟你的目的不相符吗？但是你迷惑，为什么你会迷惑呢？这么清晰的事为什么你会迷惑呢？因为这个男的的表达让你迷惑，对不对？他跟你说我爱你的，我对你是有爱情的，我对那个是没爱情的，对吧？我是想跟你走下去的，但是我对那边是有责任的，对吧？我对你是有冲动的，你方方面面都比那个优秀，我对他只是因为他是孩子他妈，只是因为我背叛过他，所以我有愧疚。这一切的一切是哪来的？这些信息是哪来的？这些信息是哪来的？是你猜的吗？不是的，是这个男的的语言给你的。所以他的语言没有任何可参考性。所以为什么我让你忘记你的认知？因为你的认知来源于他的语言，对不对？我们要回归到我的目的上来，对吧？我的目的叫做什么？总得搞一头，这就是我的目的，对不对？总得搞一头，对吧？我要不然把你这个人搞成我的，要不然我就把这个身家搞成我的，我总得搞一头，这个就是我的目的，不能耽误时间，这个就是我的目的。我被你忽悠是我的目的，我让你这边那边搞跷跷板是我的目的，我让你在我这挣跟我一起挣了米以后给你那个家里花是我的目的，你跟我开什么国际玩笑啊？对不对？回归到你的目的上啊，把这个男的跟你从心里剥离开，你跟他不是一家人，你们俩从来没有穿过一条裤子，你们俩从来没有过共同的目的方向，所以你就应该知道各自为战啊！所有的你去配合他，你去帮他做事，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为了达成我的目的，先假性迎合他的目的，对不对？我先假装跟你合作嘛，我先假装让你相信我嘛，最后是为了干嘛？最后为的是把你的资源变成我的资源，把你的客户变成我的客户，把你所有的商业链路全部看懂，最后我自己干，对不对？让你来求着我跑，对吧？如果你做不到，那你就只能当一个弱者，是不是？被男人牵着鼻子走，那也没办法。绝大部分的女人的命运也不过如此，好不好？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了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在这3个时间段，如果没有看到我开播，一定是因为这个号又被封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我跟你们讲，你们每天会看到很多的主播讲的话跟我很像，是不是？啊，但是他们很不自然，对吧？很不自然，磕磕巴巴啊，有的甚至于还感觉在看稿子，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这个做情感的孵化的 MCN 公司的老板啊，我都知道，他们也直截了当的就跟我说过，就是现在他们整个这个赛道里边呢，首先就是拿我当第一模板。就我的直播间4个小时是有很多人蹲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抠我的逐字稿的，有很多同行他们会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把这4个小时的内容全部变成逐字稿，然后让他们孵化的主播去背我的金贵的关系的内容，还有我每一场直播的内容，他们都会变成逐字稿，在他们的直播间里去背。所以说大家会看到很多人跟我们说的话很像，但是呢，有一点大家一定要相信我，是什么呢？我不在乎别人背不背我，我认为我的观点、我的价值框架、我的理念能够被这种方式予以传播，对于我来说是好事儿，对吧？这句话是我说的，这个框架是我拿的，有很多的人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在传播，这于我而言是一件好事儿，于我想要的终局来说是我想要的。还有一点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是不断迭代的，因为我在几年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每一场的直播，我给予的内容、给予的输出、我的反应、我的观点，
都是不断的在优化的，在迭代的。因为我拿出我生命的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跟这个世界对话，我不停的在看，在听，在感受，在感知，反思。所以说我会一直在前面跑，知道吗？他们很多同行他在后面追没关系，追就追，是吧？大家都要吃饭，也很正常。所以说呢，他们就是吃饭就行了，我呢就在前面啊，我就准备在前面那个开天辟地。我准备在前面开天辟地啊！来，再连一个来。Hello， 你好，你好。Hello， 曲曲你好。哎，你说。好的，我先介绍一下我的这个基本盘的情况吧。然后我今年是32岁，然后收入是在这个超一线城市，然后目前年收入大概是在120个 W 左右，然后海归是学历是一个海归的一个硕士，然后目前呢是有一个男嘉宾的，然后这个男嘉宾是86年的，他是这个超一线城市的这个土著，但是他整体呢这个家庭条件是比较一般的，然后资产大概也就是1到2套房产左右，大概价值有1000个 W 左右，然后男嘉宾差不多年收入是在80个。然后我们2个人呢是朋友开始介绍完一起认识的，然后我个人的目标本来是想要去走这个正常的这个婚恋关系的但是我们2个人目前在一起差不多有1年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在过往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跟我去抱怨的点就是说跟我沟通不太好，就是白天在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也比较忙，可能就没有时间去跟他聊天然后之后就没有办法给予他比较这种饱满的这个情绪价值。然后在上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男嘉宾他是有跟自己的这个一个女下属在聊颜色，然后这个女下属呢自己也是有男朋友的，然后这个女下属的男朋友呢也是他们的同事，也是他的领导，也就是说这个女下属她其实是在同时聊2个男领导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然后现在目前呢就是被我发现了这个事情之后呢然后男嘉宾目前来讲他是求原谅的一个状态，然后之后我就跟他说要让他给我50个 W 左右然后他目前是给了我15个，然后他说剩下的这35个 W 是要每个月把工资给到我，然后交给我让我去安排这个样子但是在过往我们2个人在一起1年当中，可能已经有1年半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整个男嘉宾也就给我付出了10几个 W 来讲还是会所以我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还要不要去跟这个男嘉宾去继续这段关系。如果要去继续这段关系的话，我现在想把我剩下的这50个 W 的这个米给他拿到，我应该怎么样一次性的拿到呢？我不好意思啊，我再问一下，你说他年收入多少？年收入是在80个。他的年收入只有你的一半。我是120个，他大概是我的就是不到1小半吧，差一点，差1/3。你这个要是要找人要50个 W， 你是有点要他的命啊！他一年收入80是税前吧？税前，对但是他的这个原生家庭条件应该是会比我要稍好一点的，稍好一点，然后他因为稍好一点能拿出50个 W 的现米吗？我觉得他拿不出来呀。但是那我现在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做呢？因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跟这个男嘉宾在一起之前有一次就是看到他可能会有一些 PC 的这样一些历史吧，然后身体可能也留下了一些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然后之后我也比较担心这个事情，我就说你可能过往有这个历史，然后之后现在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了，然后也出去聊颜色了，然后我们2个人这个关系要不要继续下去，我觉得他应该给我一些物质付出，实际上我的这个目的是这个，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以他的这个水平去才叫做这个物质的付出，我才能够决定说要不要跟他走下去。他能给你15个已经顶天了，15个已经顶天了，知道吗？他是税前80，对吧？他税后也就50。你相当于很多年了呀，他是有存款的。怎么呢？人家还不确定你要跟他结婚，人家能够把老婆本都给你。
那你也别想跑了，那你直接就是罚款的同时领证你直接罚款领证，那你不领证，你罚了这个款，未来人家还得找你要。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男嘉宾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非常多的所谓的这些红颜知己，还有女性朋友。我之前看他手机，你听我讲啊，如果你觉得他有这些问题，我告诉你，你先跟自己说这个问题大概率不会改啊。就这个男的的水平跟他的这个条件，足不足以让你把这些事儿往下验？不足以把这些事儿往下验，你1分钱都不用罚他的，直接拜拜。你就算罚了他的钱，他未来也还是会有这些事儿。他无非是说频率可能稍微降一降啊，或者说稍微收敛一些，但是呢，他不会改正。你收了这个男的的金额大的东西，那么未来你是要跟他绑定的，因为你开的这个口啊，对这个男的来说很大。他在我们说搞米的话，不找这种身家水平的人，找这种身家水平的人，你可能是要结婚，对不对？如果说你搞他的米，你必须得跟他结这个婚，否则到后面呢，他要找你要，惹得一身骚，你还得往回退。好，你想清楚，到底能不能验，能验多少啊？我本身就是觉得他目前这个身家水平，然后他之前还 PC， 然后跟我在一起还聊颜色，我就咽不下这口气，我才想要就掰，就给他扔掉，这个就对，知道吗？这个男的呀，就说来说去吧，他就是不值。我们所有的忍耐啊，干嘛的？他要对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值的对象。这个男的于你而言，于你的收入而言，他本来找到你呢，他应该谢天谢地，但他没有，他还是非常的猖狂。像这样的情况，你就应该把他打入冷宫，就不应该让他放出来。好的，他10点半估计也不咋地吧？他10点半很好吗？他10点半还是挺好的，他毕竟经验很丰富，10点半一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是享受到他这方面的价值了，你愿意多忍一忍，是不是？其实也没有，因为我担心他有点问题，所以我不太愿意和他10点半。那还说个屁呀？那还说个毛线呢？那还不让他快点再见？好的，了解了。行。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像这样子啊，一个男的收入比你低，是吧？然后呢还聊 S 这个那个的，然后你还忍，你还给他机会，你还给他罚款，我告诉你们，你会让这个男的觉得他好有价值，知道吗？你们会让这个男人觉得他好厉害，他好牛掰啊，他的这个择偶价值好高啊，是不是啊？搞了半天我能找一个年入120的女的，居然还能接受我 PC， 还能接受我聊 S， 他还不跟我掰，他还能还能原谅，知道吗？你们这样往后半段走，结了婚以后，他会让你怀疑人生的。他真的会让你怀疑人生的，你当时就会想说，天哪，我只配跟一个这样的人在一块吗？天哪，是不是我除了收入高我一无所有？你到时候会这么想问你的，因为你会被他的行为 PMA 到，他的行为会不断的 PMA 你，然后你开始自我 PMA， 你就说，天哪，是不是因为我价值太低了，我除了收入高我一无是处，是吧？所以我能找着这样一个男的都不错了，因为他到后面他一定会给你扣屎盆子的，对不对？他会说你给我情绪价值不够啊，你10点半给的不够，你这不够那不够，这不行那不行，他一定会这样啊，他总不能把所有的责任往他自己身上捋吧，对不对？他是不是一定会走这个路径？他一定会把所有的责任往你身上扔吧？你是不是给他惯傻了啊？你是不是给他惯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这些人可以惯吗？不可以。我告诉你，当他做出这样的事第一次的时候，你就应该给他直接上升到人格侮辱层面，懂吗？你就应该直接给他往上，直接升到他这个人有多么的低级这个层面上。你为什么不成功？
你为什么混了这么半天，你在你们公司就混个中层，对不对？你为什么你现在还没有我收入高？为什么给它升上去？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就是因为你看不懂自己的筹码，就是因为你不明白自己的位置，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想要。告诉你，直接给它上上去。你说你是很有钱吗？能够家里外面的一大堆，你有这实力吗？你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精力，怎么不好好搞你的业务呢？你觉得你自己在公司里面做得很成功吗？你是已经有很多闲散的时间跟精力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出成绩啊，对不对？他的痛点在哪儿？哪儿痛戳哪儿，哪儿痛戳哪儿。哪个领导不喜欢他？他哪个业务没干成？他哪一次想升没升上去？就拿这些点打，知道吗？把所有的这些点全部归咎于，因为你这个人活得很低级，你对自己没有要求。他跟那个女的聊，他跟那个什么女的，你跟那个女的还有勾搭他们这个领导那个领导，你看你每天聊的都是什么货色，对不对？你就聊这种货色。我现在就觉得我跟你在一起呀，我都感觉自己变得有点低级了。我是哪一只眼睛，我怎么就看上你这样的人了呢？你的人格还有没有提升空间？你的自我约束能力、自我管束能力还有没有提升空间？有提升空间，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没有提升空间，你现在就给我赶紧滚，对不对？凭什么呢？你的收入比他高，你还得这可以那可以，我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闲得蛋疼吗？你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精力出去玩嘎子不开心啊？别人给你跪式服务你不开心啊？任何时候我们有筹码还得知道自己有筹码，对不对？给他们惯得不成样子，你们这些钱就是白挣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我好不容易我一个女孩子是吧？哎，女孩子本来你在职场里面奋斗就要比别人多很多的努力，你才能获得跟别人同样的成果。你本来在职场里面你获得今天的这些就很不容易，你为的不就是个话语权，对不对？你不就是因为你要凌驾于他之上，你有东西，否则的话人家说你凭什么说我，你自己收入还没有我高，那你就说不出来，对吧？你挣了这么多不就是为了搞他，要不然你为了啥呢？不要惯，好吧？你就得让他在你面前就抬不起头。哎，对了，对不对？你在我面前你就别给我动弹，你就在那趴着，那就对了。否则你就去找个比你收入高的，是不是这个道理？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呢，想要我们的那个找到我们金贵的关系啊，金贵的社群呐，或者是想要找我们团队进行长期的服务啊，以及想要预约下一场的连麦，或者是害怕走丢直播间，害怕我们直播关播找不到我们的宝宝们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好不好？然后呢，我们现在马上就下播了，你们给我们发后台的啊，那个某私某信，我们也可以马上回复大家，好吧？下一场直播是在周四晚上6点啊。拜拜，拜拜，拜拜，拜拜。